重生到1998年的第一件事，就是散尽家产投资了法国3-0巴西，然后注资谷歌，买苹果股票，做纳斯达克指数股指期货，去杭州给姓马男子做风投，跑到深圳帮助小马同学开发聊天软件，最后坐拥5亿美元资产收购英超曼城俱乐部，买小罗、卢卡卡，抢 C 罗，挖梅西。2003年7月1日，曼城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新援发布会，卡卡、C 罗、罗本、埃托奥、达科特和米尔纳齐齐亮相，与他们一起出现在新援发布会上的还有笑得满面红光的范加尔。这个夏天，你给范加尔的震撼不是一点半点，买人慷慨而迅速，这让他有种忠于民主的感觉。看看这些天才球员，这让他都感觉有些奢侈的过分。一旁的三德子也很兴奋，你看看那个巴西人，简直是帅得发光，只要是他能踢出来，那商业收入。不过他旁边的那个葡萄牙小伙子，虽然如今还稍微有些土气，但包装一下肯定也不差。他们两个作为颜值双子星，应该能给曼城拉一波人气。作为负责商业开发的三德子，看到这种实力颜值兼具的偶像派，他很难不流口水。就在这时，发布会正式开始，有记者开始提问：范加尔先生，你如何评价站在你身边的球员们呢？范加尔很是开心，这些球员都是我梦寐以求可以执教的球员，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成长。又有记者问：那如今你认为球队还有什么短板需要补充的吗？范加尔很诚实，现在我认为还是前锋位置，我希望再补充一名前锋，这是他早跟你达成共识的事情，你向他承诺最少还会买入一名前锋。另一名记者问：既然已经将球队完全大换血，那么球队本赛季有什么目标吗？范加尔信心满满，我们新赛季的目标就是冲击欧冠资格。此话一出，顿时让现场出现了一些骚动，是欧冠资格，不是欧战资格，这也意味着他们的目标是前4名。上赛季英超的前4名是曼联、阿森纳、纽卡斯尔联、切尔西，第5名是利物浦。如果曼城想要进欧冠，那必须要挤下他们其中的2个。作为一支经历了这么大变动的青年军，他们能够做到吗？很快，发布会在几位新援简单回答完几个问题后便正式结束，记者们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支新曼城在范加尔的带领下，一定会给英超带来一场不一样的风暴。不过，今年的英超给人的震撼还不止于此。2003年7月2日，切尔西俱乐部官方宣布，俄罗斯巨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接手了切尔西俱乐部，并承担了所有的债务。当这个消息一出，所有的切尔西球迷都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这位老板可是富可敌国，他的加入一定会为切尔西注入可观的资金。看到这个消息，你也是心中暗道，这位切尔西历史上最伟大的老板终于来了。接下来的20年，阿布可谓是为切尔西掏心掏肺，但最终他的结局却并不是太美好。而你和阿布的加入，也标志着英超将进入新的时代。如今曼城的一线队阵容中已经有了23名球员，门将范德萨、威福、小舒梅切尔，后防线孙继海、邓恩、斯塔姆、乌伊法鲁西、迪斯汀、莱斯科特、基耶利尼、埃弗拉和尼克拉斯延森，中场马克莱莱、埃辛、巴顿、达科特，前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卡卡、赖特菲利普斯、罗本、罗纳尔迪尼奥、米尔纳，前锋埃托奥。对于前锋的人选，你和范加尔有过讨论。范加尔希望有一个与埃托奥风格截然不同的前锋来提供更多的战术变化，所以你最先想到的就是非洲双雄的另一人迪迪埃·德罗巴。但德罗巴在前些日子已经与马赛签下了转会合同，所以如今他的转会并不现实。范加尔还提出过要将自己的旧将克鲁伊维特收归帐下，但他仔细地考虑了一番，却认为此时的克鲁伊维特已经有了衰退的迹象，所以他还是放弃了这个选项。所以你将目标锁定在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人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代表，但自从他开窍了之后，立刻成为了顶级前锋，甚至他还曾经以38岁的高龄拿下过意甲的金靴，可谓是生涯厚积薄发又余味绵长。他正是意大利前锋卢卡·托尼，身材高大的他基本功十分扎实，也有丰富的站桩前锋经验。唯一让你有些担心的是，托尼曾经在拜仁与范加尔处的相当不愉快，也不知道提前几年相遇的2人会不会产生分歧。不过如今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前锋，大罗、亨利、舍瓦、欧文、劳尔、皮耶罗、范尼、因扎吉挖不动，克雷斯波似乎不适应英超，维埃里已经开始频繁受伤。至于阿德里亚诺，此时的托尼老师根本没想到会有一支英格兰顶级联赛的球队来求购自己，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能去踢顶级联赛的诱惑还是战胜了一切，他果断选择了加盟曼城。于是曼城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布雷西亚手中买下了卢卡·托尼。新赛季他将作为球队的替补前锋为球队攻城拔寨。就这样，新赛季的一线队阵容就此确定，一个24人的大名单。由于曼城是新赛季只有国内的比赛任务，理论上来说这套阵容已经足够。不过你补强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你还要为球队买入一个年轻
前锋，以备不时之需。你的目标是18岁及以下的优秀前锋，将来还可以培养成自家青训球员。按户口本的角度来说，鲁尼无疑是最好的，但人家已经在埃弗顿站稳脚跟，会跑来给你曼城做第3前锋。而苏亚雷斯、莱万和本泽猫如今还年龄尚小，现在转会不太现实。想来想去，你想到了马里奥·戈麦斯，这位德国前锋可以说是一个被伤病耽误的一流前锋，虽然称不上最顶级的那一种，但他的进球率绝对不低，将来他绝对可以做一个非常合格的轮换前锋。于是你拉着伯恩斯坦飞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此时的马里奥·戈麦斯还是一名青训营的球员，所以当你对斯图加特的总监说要以500万英镑求购他的时候，斯图加特俱乐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你叹了口气，有钱就是好，买人纯靠钱砸，不用讲什么感情。总体来说，成功率很高。就这样，马里奥·戈麦斯成功地加入了曼城的青训营。新赛季，他将会在球队出现伤病的情况下进入一线队，获得一定的出场机会。这样，本赛季的引援基本上告一段落。这个夏季转会窗，曼城共计买入了13名球员，总共花费了9200万英镑，远超了当初承诺给球迷的1亿欧元的投入。而这也让球队3条线都有了很大的补充，理论上的战力提高了不少。但球队如今几乎都是新援，所以如何捏合球队就看范加尔的功力。好在如今刚刚7月初，范加尔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来进行备战。不过就在此时，范加尔却向你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需要升级一下球队的训练设施和青训设施，让球员的训练效果更好。他作为在阿贾克斯待过9年的教练，对于青训那简直是手拿把掐，所以他提出的建议你总是会虚心接受。于是你将三德子找来，范加尔先生说要升级一下训练设备，你看看需要多少钱？一听又要花钱，三德子当时脸色就苦了下来。我的老板啊，你真是不心疼你的钱啊！你这个转会窗花了9000多万英镑，如今我们的账上只剩4500万英镑的现金了。可如今你还要拿出来提升训练设备，这些钱估计也保不住了。你瞪了他一眼，钱没了再赚，但训练设备必须要跟上，格局要打开。你前2天又看了一眼股票账户，网易依旧在勇创新高，所以钱对于你来说还真的只是个数字。等到你过几个月全卖出网易的股票，手里又会有10好几个亿美金。但三德子哪里知道这些，他只觉得欲哭无泪，但却也不得不再次选择遵从你的嘱咐，摊上一个败家的老板，可真让他操碎了心。2天后，曼城俱乐部宣布将对球队的训练设施进行升级，共计花费1000万英镑。这样算下来，你在这个夏天又花了1个亿了。在这之后，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带着异父异母的妹妹在欧洲玩了一圈。在这期间，曼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热身赛，有输有赢，总体来说表现平平。很明显的，球员之间的磨合还是有一些问题，但也能凭借球星的灵光一闪给球迷们带来惊喜。你并不在意热身赛的表现，你也知道一口气来了这么多新人，前几个月踢的挣扎很正常，所以你只一门心思带着菲奥娜各种玩。这个转会窗里，切尔西也跟曼城一样进行了大撒币的活动，他们先后花费重金买入了克雷斯波、穆图、贝隆、乔科尔、达夫、布里奇等球员，让切尔西的实力上了一层楼。但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引援被你截胡，这对他们的实力一定会有所影响。而曼联这边，他们卖出了贝克汉姆之后，买入了萨哈、杰姆巴、克莱伯森等球员，但你也知道，少了 C 罗的他们在新赛季的实力一定是下降的。而阿森纳则是即将会迎来他们如日中天的一个赛季，虽然只买入了老门将莱曼和后防新星森德罗斯，但有亨利、皮雷、永贝里、维埃拉等人坐镇，他们依旧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当然还有纽卡斯尔和利物浦，新赛季他们都是曼城的竞争对手。在赛季前瞻中，看好曼联和阿森纳夺冠的都一样多，而欧冠名额的竞争对手中，专家们普遍认为是切尔西、利物浦和纽卡斯尔的3人转。至于曼城，专家们普遍认为他们可能会比上赛季更进一步，但不会成为欧冠资格的竞争者。2003年8月16日，新赛季英超首轮，曼城客场挑战查尔顿。新曼城的首场比赛，期待的人和想看笑话的人一样多。在赛前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范加尔先生，曼城在热身赛中的表现非常一般，这会影响你对新赛季的预期吗？范加尔笑了笑，热身赛只是在磨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又有记者问，那你已经通过热身赛确定了主力阵容吗？范加尔道，人人都有机会，我只看状态，不看别的。记者又继续追问，那本场比赛你的目标是什么？范加尔斩钉截铁，开门红。赛前1个小时，曼城的首发阵容新鲜出炉，范加尔排出了4-2-3-1阵型，门将范德萨，后卫线孙继海、乌伊法鲁西、迪斯汀、延森，双后腰马克莱莱、埃辛，前腰罗纳尔迪尼奥，3叉戟 C 罗、罗本和埃托奥。可以说在球员实力上，曼城还是要比查尔顿强很多的，但磨合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们这支新
军究竟能踢成什么样？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你也悄悄地带着菲奥娜一起来到了比赛现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范加尔本场比赛的策略相当简单，由于有埃辛和马克莱莱这两把大锁，他将阵型提得非常靠前，希望通过大量的前场逼抢来迫使查尔顿出现大量的失误。所以他在首发上并没有选择年龄较大的斯塔姆，而是启用了运动能力更强的乌伊法鲁西。果然，这一招相当奏效。在比赛开始后10分钟，曼城就彻底压制住了查尔顿。查尔顿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球运转到前场，更别说有什么反击的机会。相反，曼城这边得到了大量的球权，罗纳尔迪尼奥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在前场如鱼得水。第15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得到埃辛的传球，他带球晃过了一名防守队员，然后将球送给了左边路的罗本。罗本拿球直接一个包汤，将右后卫卢克扬晃过，顺势朝着底线杀去。埃托奥也朝着他的方向前来，准备去接应他。罗本一看埃托奥已经伸手要球，直接一个低平球交给了他。而埃托奥用眼的余光看到身后的马克费什已经逼了上来，他做了一个借势向底线突破的假动作，而费什立刻上当，身子重心朝底线附近移动了一下，但埃托奥却立刻拉球转身，将他彻底晃过，然后他顺势一脚抽射，守门员迪安凯利毫无办法，只能目送足球入网。1比0，曼城在客场取得了领先。场边的范加尔用力地挥了挥拳，这个进球太重要了。对于新捏合的年轻球队来说，良好的开局可以让他们彻底放松下来。客场前来观战的曼城球迷顿时欢呼起来。没想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来得这么早，而买票坐在主队球迷堆里的你却死死地拉住菲奥娜的手，不让他表现出任何的兴奋之色。开玩笑，英国足球流氓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本场的直播评述员莱因克尔也忍不住赞叹，这个球体现出了埃托奥禁区内小范围处理球的能力以及冷静的心态，可以说就这一套动作，当时就没有几个前锋能做出来。一旁的阿兰·汉森也忍不住点点头，看起来他的这笔买卖是物超所值的。不过打进一球的曼城并不满足，他们依旧是继续着他们的高压态势。第23分钟，曼城又是中场断球，这一次是把球交给了右路的 C 罗。葡萄牙人刚一拿球就开始带球朝底线狂突，将对方的左后卫克里斯鲍威尔带的脚步有些踉跄，然后他顺势一个极其夸张的变向，将鲍威尔的重心彻底晃掉，而 C 罗也没有犹豫，直接横向带球杀入了禁区。面对对方中后卫的补防，他一个变向又杀向底线，来到了小禁区线附近。守门员迪安凯利过来封堵射门角度，而葡萄牙人却直接选择一脚平抽，将球送到了禁区中路。此时的埃托奥飞身上前，抢在马克费什身前，将球捅进了空门。2比0，客场作战的曼城扩大了领先优势。深陷敌群的你长出一口气，这场比赛稳了。果不其然，在第37分钟，曼城又一次抓住了机会。这一次原本是查尔顿的反击机会，他们好不容易过了前场，将球打到了曼城的30米区域，但迪斯汀却抓住机会突然上抢，将球直接破坏出去。罗纳尔迪尼奥得球之后顺势一波，晃过防守队员的上抢之后，直接一个长传将球甩到了左路。此时那里出现了一大片开阔地，而一个天蓝色的身影高速插上，凭借自己的速度优势形成了单道，是罗本。他无愧于小飞侠的称呼，只几步加速就将防守队员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此时他的身前只剩下对方门将迪安凯利，面对出击的对方门将，他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然后身子一拧，将球一扣，晃过了对手，然后他轻轻一脚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3比0，曼城彻底锁定胜局。主场的球迷傻眼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家球队在上半场就被人打得这么惨，许多人甚至已经准备要退场了。而3比0领先的曼城放慢了节奏，将3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休息。在下半场刚一开始，曼城就做出了人员调整，范加尔将巴顿换上场，将马克莱莱换下。这种比赛就适合练级，让年轻人多多有出场的机会才是。第55分钟，曼城又做出了人员调整，卡卡替补登场，换下表现出色的罗纳尔迪尼奥。莱因克尔见状开口道：“这位巴西的超新星终于出场了。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期待他的表演。”果然，在卡卡上场之后不久，他就拿到球施展了突破功底。他在中路得球一扣，将上抢的中场球员晃过，然后直接起速杀向对方的禁区。补防过来的防守队员想伸手去拉，却发现根本连他的衣角都拽不到。就这样，卡卡如同一支利箭一般杀进了禁区，对方的防线让他捅了一个窟窿。面对出击的门将，他果断选择小角度打门，足球贴着草皮直奔死角而去。但可惜的是，这球却打在门柱上弹了
了出去。正当曼城球迷为之叹息之时，那个葡萄牙人出现在足球的面前，他轻轻一推，将足球送进了空门。4比0，曼城展现出了恐怖的进攻效率。范加尔见状，又让卢卡托尼起身替补登场，他准备用接下来的30分钟试验一下高中锋战术。被换下的埃托奥有些不满，因为他还想完成帽子戏法，但他看到场边一脸严肃的范加尔之后，他缩了缩脖子，没敢表现出丁点的情绪，毕竟名帅的气场就摆在那里。而托尼上场之后，球队的打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托尼站在禁区内，所有的球都交到他头顶上，用他来做庄或者直接选择头球攻门。而 C 罗和罗本这2条边路也可以完全保证他的火力供应。一时间，查尔顿的门前又开始风声鹤唳起来。第75分钟，罗本又一次完成了下底传中，禁区内的托尼高高跃起，力压马克费什，将球砸进了对方的球门。5比0，查尔顿球迷大规模开始退场，他们已经无法再看下去了。进球后的托尼很是兴奋，这个进球证明了他在顶级联赛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剩下的时间，曼城依旧在演练战术，只是比分没有再被改写。最终，曼城以5比0狂胜对手，拿下了新赛季的开门红。曼城的这场大胜让所有人都有些刮目相看。全场解说的莱因克尔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评述这场比赛：曼城向我们展示了一支非常有战术纪律性的队伍，他们这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着实震惊了我。如果他们能保持这个状态，他们足以冲击欧冠资格。而范加尔本场的战术布置也得到了广泛好评，人们纷纷称赞这位荷兰教练的确是名帅，把曼城打造得非常强悍。你看了这些评论，忍不住心中冷笑。媒体通常都是捧高踩低，一旦哪一场比赛表现不好，第一时间跳出来骂你的也是他们。7天后，曼城回到主场，迎来了普茨茅斯的挑战。面对普茨茅斯的层层布防，年轻的埃托奥迷失了自己，没能获得什么好机会。而范加尔在下半场开始换上卢卡托尼之后，这才让局面有些好转。曼城也终于在比赛的第70分钟由 C 罗完成了后插上破门，但在比赛的第85分钟，年轻的埃弗拉在左路的一次上抢失误，让对方抓住了机会并扳平了比分。最终，本场比赛的结果被定格在了1比1，曼城在主场被普茨茅斯逼平。这样的结果自然让现场的球迷很不满，我们是来看大胜的，你们就给我看着。球迷头子格朗斯通更是带着他那一小撮极端球迷在球场内不停地发出嘘声，表达自己的不满。坐在贵宾区观赛的你表情也很不美丽，不过你倒也没有太过失望，毕竟新磨合的球队有起伏非常正常。而果然如你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卫报的大卫琼斯第一时间跳了出来，他几乎把曼城从教练到球员都批判了遍，还预测曼城这赛季争4的可能性不高。妹妹菲奥娜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忍不住对着你吐槽，这记者真讨厌，只一场比赛就开始说风凉话，上一场比赛他怎么不跳出来说？你一边吃着早饭一边说这人就是个老鼠屎，之前被我跟范加尔好一顿喷，现在专门盯着我们，就想看我们的笑话。菲奥娜嘟着嘴，这人真烦，你应该继续找机会喷他，你摆摆手，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等曼城真的压过了他的主队曼联，那才是真的对他狠狠的打脸。在与普茨茅斯比赛的3天后，曼城又前往客场挑战布莱克本。布莱克本在今年夏天将达夫卖给了切尔西之后，整体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实力上分析，那自然是曼城占优，但比赛上半场的进程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凭借前锋蒂科夫和后卫托德的进球，布莱克本2比0领先曼城。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兰汉森忍不住评论道：看起来曼城这支青年军起伏实在是太大，踢顺了一切皆有可能，但一旦遇阻可能会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一旁的莱因克尔也点点头，这是青年军的通病，现在就看范加尔的功力了。此时的曼彻斯特的卫报总部，胡子拉碴的大卫琼斯正一脸兴奋地写着一篇文章。上半场曼城的0比2让他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此时的他文思泉涌，正写下一行一行贬低曼城的话。而如今的曼城更衣室正经历了一场范加尔式的吹风机，所有人都垂着头一言不发，而队医却在一旁抓紧给罗本按摩。上半场最后时刻，布莱克本的恶汉右后卫安迪托德用一个凶狠的铲球将他放倒，虽然自己得到了黄牌，但也让罗本的右腿有些挫伤。范加尔喷完之后忍不住走了过来，罗本的伤怎么样？还能坚持吗？队医犹豫了一下，虽然他还可以坚持，但我的建议是让他休整一下。范加尔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球队0比2落后，罗本还受伤，虽然 C 罗可以客串这个位置，但 C 罗一旦去了左路，右路就只剩赖特菲利普斯了，而米尔纳还是太年轻了，在需要进球的时候，他还是不太信任菲利普斯和米尔纳。就在这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之前你对他说的一番话。一想到这里，他猛然抬头，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于是他站了起来。下半场，
卡卡上，罗纳尔迪尼奥去罗本的位置。此时，曼城的前场配置变成了卡卡、C 罗、小罗和埃托奥，而范加尔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布置。由于进攻发起点左倾，右路的 C 罗则要更多的前插进禁区进行抢点，这也是你曾经对他提过的建议。毕竟他是前场球员中弹跳最好的人，这一手也可以搞一个出其不意。电视机前的你看到范加尔的战术调整，立刻意识到他听取了自己的建议。接下来就看这个变阵能不能起到效果了。比赛很快进入到第56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左路拿球内切，安迪托德被他用身体挤到了身后，身背一张黄牌的他不敢犯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突入了禁区。小罗抬头看了一眼门将弗里德尔的位置，直接起脚打门。弗里德尔勉强扑了一下，但人群中的埃托奥却突然杀出，将球捅进了球门。2比1，曼城扳回一球。电视机前的你忍不住喝了口啤酒。第67分钟，又是罗纳尔迪尼奥在左路拿球，这一次他用一个夸张的甩牛尾，直接将安迪托德给过了个干净。而托德下意识的转身一拉，罗纳尔迪尼奥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主裁判的哨声响起，他直接跑过来，掏出一张黄牌，而托德早已身背一张黄牌，这一下2黄变1红，直接被罚出场。莱因克尔忍不住道：“这下子局面彻底倒向了曼城。”被罚下一人之后，布莱克本立刻做出了应对，整体防线回收，准备死死守住这一个球的领先。但曼城前场攻击群都是十足的天才球员，都有1挑1甚至1挑2的能力，仅靠死守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第71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左路拿球内切，埃弗拉套边跟上接球传中，后点的 C 罗高高跃起，甩头攻门，弗里德尔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球飞入球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头球攻门。曼城也凭借这个进球将比分扳平。你脸上露出笑容，此时谁也不知道这位边路的花罗同志在几年之后会成为一位绝世的头球高手。进球后的 C 罗兴奋不已，他跑到远征的曼城球迷面前，冲着他们兴奋地大吼起来。莱因克尔解说道：“没想到罗纳尔迪尼奥挪到左路之后取得了这么明显的效果，布莱克本完全没有办法限制他。”阿兰汉森点点头，这个调整简直太关键了。上半场拿捏罗本的安迪托德面对罗纳尔迪尼奥完全没有办法。扳平比分之后的曼城更是士气大振，他们围住布莱克本的球门进行了狂轰滥炸。而范加尔也做出了又一个换人调整，托尼老师上场换下了埃托奥。破密集防守的时候，需要一个托尼老师这样的攻城锤。果然，在第84分钟，曼城又抓住了一次机会，这一次是卡卡持球与右路的 C 罗做了一个交叉跑位，带球杀向底线，而 C 罗也冲进了禁区内，准备与托尼一起抢点。卡卡闪出空当之后，送出了一脚精准的传中，禁区内的2人高高跃起，同时朝着来球顶去。托尼老师抢到了这一点，甩头攻门，弗里德尔奋力一跃，将球拨了一下，后卫卢卡斯尼尔连忙先出一脚，将球解围出去，但这球却并没有踢出多远，只是落在了禁区弧顶处。一个身穿天蓝色球衣的黑汉子出现在球的落点，他迎球一脚怒射，足球如出膛炮弹一般直接飞向球门。弗里德尔勉强将身子扔了出去，却依旧没能够到这个皮球，足球重重地撞进了球网，翻起雪白色的浪花。3比2，曼城反超了布莱克本。进球后的埃辛疯狂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他围着球场跑了一圈，来到范加尔身前，直接跳到了他身上。这大黑汉子的冲击力太强，就连人高马大的范加尔都差点没绷住。上半场埃辛的表现十分不好，2个失球都跟他有一定关系，但这个进球也让他将功赎罪。队员们也都纷纷跑了上来，将他们2人围在一起。电视机前的你顿时笑了起来，你看着龇牙咧嘴的范加尔，脑中顿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满身大汗？莱因克尔感慨道：“这就是天才型球队的魅力，他们可以在上下半场演绎出不一样的足球，也可以踢出这么荡气回肠的比赛。”重新开球后的布莱克本想要组织一些反击，但已经众志成城的曼城怎么会给他们这种机会？最后的几分钟，双方都没有改写比分，曼城上演惊天大逆转，以3比2战胜布莱克本。在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曼彻斯特的卫报总部，大卫·琼斯面色铁青，用颤抖的双手将他打下的2页文稿彻底删除。操他妈的布莱克本，我日你仙人！战胜布莱克本之后，曼城以2胜1平的战绩排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仅次于取得3连胜的2支球队阿森纳和曼联。许多人都想到了范加尔赛季前喊出的目标，难道这真的会实现吗？不过也有人说，如今的曼城还需要一支强队来检验一下成色，而这个强队马上就要来到曼城的面前，因为下一轮曼城要在主场迎战阿森纳。本赛季的阿森纳是完全踢的阿森纳，历史上的他们在这个赛季创造了不败夺冠的神话，而在赛季之初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状态。
他们不仅仅取得了3连胜，而且还一球未失，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曼联排名第一。在专家们的赛前预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曼城会取得胜利，他们甚至都不确定曼城会不会攻破阿森纳的球门。但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当范加尔被问到会不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战术时，荷兰名帅直接开口：“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战术来踢，即使对手是阿森纳，我们也不会过于保守。”一时间，范加尔要跟温格打对攻的新闻就这么发酵起来，所有人都被吊足了胃口，希望能看到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比赛。时间来到了2003年8月31日，比赛当天，能容纳48000人的曼彻斯特城市球场座无虚席，观众们都在等待比赛开始的那一刻。你也早早的来到了贵宾区，与伯恩斯坦坐在一起。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这场焦点之战正式打响。本场比赛，曼城的首发阵容是范德萨、孙继海、斯塔姆、迪斯汀、埃弗拉、埃辛、马克莱莱、罗纳尔迪尼奥、C 罗、卡卡和埃托奥。而阿森纳这边，他们的首发阵容就是那套经典的不败阵容：门将莱曼，后防线劳伦、科洛图雷、坎贝尔、阿什利科尔，中场永贝里、吉尔伯托、维埃拉、皮雷，前锋博格坎普和亨利。从纸面上看，阿森纳的3条线几乎是没有什么弱点，怪不得能取得赛季不败的战绩。尤其是皮雷、永贝里、博格坎普加亨利这几个攻击组成员，连续磨合了数个赛季之后，他们的默契程度当真是无人能敌。但范加尔却真如他赛前所说，并没有保守的选择防守反击，而是直接开始跟他们打起了对攻。而他的攻击重点就是劳伦镇守的右路。劳伦是由右边锋改造过来的右后卫，虽然他的防守能力非常强悍，但面对能力爆表的罗纳尔迪尼奥还是有一些差距。而4-4-2阵型中，后卫线和中场之间的空当很容易被利用，而小罗这种从左边路往内部插的踢球风格的确会让阿森纳很难受。第10分钟，曼城率先获得了一个好机会，罗纳尔迪尼奥过掉劳伦内切进入30米区域，科洛图雷不得不逼上前去准备拦截他，但小罗却先是抬头向右路看了一眼，做事就要向右路转移。科洛图雷下意识地向左跨了一步，准备对他的传球路线进行压迫，但小罗却脚腕一转，送出一脚直传，这是他标志性的声东击西。埃托奥心领神会，在他传球的一瞬间开始启动，抢在坎贝尔之前得到了这球。只见他一个领球加速，就直接闪出了射门空间。他略略调整了一下脚步，左脚大力抽射，足球直奔球门的远角。34岁的德国门将快速下地，用脚尖将球挡了一下，足球被略略改变了方向，滚出了底线。埃托奥遗憾地抱住了头，朝着身后的罗纳尔迪尼奥伸了个大拇指。罗纳尔迪尼奥摇了摇头，露出了招牌的笑容。看台上的你也有些遗憾，这球两人配合的相当默契，可惜就是结果不尽如人意。场边的温格也悄悄地松了口气，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一旁的范加尔，却见荷兰人正郁闷地甩了甩手。而逃过这一劫的阿森纳也展开了他的反扑，强悍的中前场让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场上的优势。第21分钟，皮雷左路拿球突进，吸引了孙继海前去补防。法国人本想直接一个变向甩开他，但孙继海的防守却根本没有失位，而是紧紧地贴住了他。皮雷眉头轻皱，他看了一眼前场的局面，突然向前带了一步，然后选择了一个大横传。博格坎普出现在了传球线路上，他漂亮的停下足球之后，顺势一个搓传，足球正好越过了斯塔姆的头顶，交到了亨利的脚下。亨利卸下足球后顺势一趟，身材高大的斯塔姆顿时被他卡在了身后，而他又带了一步向禁区内杀了过去。迪斯汀想要过来补防，但亨利却突然脚弓一推，足球就像长了眼睛一般直窜球门的远角。这球直接要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范德萨将自己的身体拉到了极限，却仍是差了一点，足球贴着门柱钻进了网窝。1-0，客场作战的阿森纳率先打破僵局，场边的温格兴奋地握紧了拳头，只要他们先进球了，一切就都好说。而你也忍不住摇了摇头，这球真是没办法。如今的亨利正处于巅峰，他的射门感觉还是比如今的埃托奥要强上不少，个人能力上的些微差距就让比分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场边的范加尔则是拼命地对着场上大喊：“给我打起精神来，继续进攻！”温格则是示意球员要控制下节奏，等待对手再次犯错。他们相较于曼城是一支更成熟的队伍，知道一味的猛打猛冲只会更快消耗自己。但曼城如今却是青春无敌，前场的4人组最大的也才23岁，正是活力四射的年纪。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曼城竟然有些意外地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的轮番突击让阿森纳的后防线苦不堪言，这让温格不得不让吉尔伯托、席尔瓦回撤一些，对后卫线进行一些保护。而2位巴西的后备面对巴西队的老大哥也丝毫不惧，他们利用自己截然不同的突击风格，让吉尔伯托很是难受。第30分钟，又是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之间的配合撕开了阿森纳的防线，卡卡带球推进到弧顶处，选择直接打门，莱曼飞身将球扑出了底线，这球相当有威胁。
血，场边的温格也忍不住皱了皱眉，看来这群小伙子们火力相当壮，如果只是这么被动挨打，早晚要出问题。于是他大手一挥，给我攻出去！既然你们想这么玩，那老夫陪你们。于是上半场接下来的15分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战，双方的攻防节奏非常快，而且由于双方的中场都有2名悍将把守，所以许多时候都直接绕过中场，从2个边路来推进，一时间场面变得非常好看，在场的球迷看的是大呼过瘾。这边亨利刚来上一脚爆射，那边 C 罗就完成一次头球抢点，这边永贝里刚完成一记弧顶的推射，那边小罗就完成一记内切射门。不过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也意味着体力快速的消耗，到了上半场最后几分钟，年龄较大的博格坎普已经有些跑不动，场边的温格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好在最后这几分钟曼城也没能把握住什么机会，直到半场结束的哨声响起，比分依旧是0-1，曼城主场落后。而上半场的数据也出来了，双方共完成了15脚射门，曼城8次，阿森纳7次。从数据上来看，果然是一场激烈的对攻战。解说嘉宾莱因克尔看到数据之后忍不住发出感叹，不得不说，曼城是真的很硬，敢跟阿森纳打对攻，而且数据还不落下风。要是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再强一些，说不定比分现在还是均势。阿兰汉森也点点头，曼城这个半场的表现出乎我的预料，能跟阿森纳踢得有来有回，这支球队当真是不可限量。而看台上的你虽然对于比分有些失望，但对于场上的内容却还是非常肯定的。你跟伯恩斯坦说，看起来范加尔将球队捏合得不错。伯恩斯坦点点头，最起码上半场让人看到了希望。一旁的阿森纳主席彼得希尔伍德也忍不住赞叹，曼城踢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半场，如果再过1-2年，阿森纳很有可能就不是曼城的对手。伯恩斯坦刚想客气2句，你却接了一句，希尔伍德先生，你说的很有道理。希尔伍德愣了一下，却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伯恩斯坦只得跟希尔伍德尴尬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双方的球员出现在了场地上，主裁判做好准备之后，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声。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但许多替补球员已经在场下开始热身了。而范加尔的战术依旧没有变，曼城依然保持着非常快的进攻节奏。他的想法很简单，曼城比阿森纳年轻，比阿森纳能跑，那就用超级快的节奏来拖垮他们。阿森纳这边，博格坎普已经有些跑不动了，温格已经准备用维尔托德来替换他下场，这正是范加尔想要的结果。博格坎普可算是阿森纳进攻的润滑剂，少了他，阿森纳的进攻威胁就会少不少。第57分钟，趁死球的时间，维尔托德上场替下了博格坎普。这位法国前锋也算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他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只是没有博格坎普那样的组织能力。在他上场之后，阿森纳的组织任务就全交给了左边路的皮磊，他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边前腰。范加尔见状，立刻决定用埃辛来对他进行骚扰，让他没有空间传出更多有威胁的传球。与此同时，范加尔也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托尼老师上场，换下埃托奥。他准备换一种攻击方式，而托尼老师上场之后，阿森纳的黑塔后卫索尔坎贝尔立刻感受到了压力。左路的埃弗拉也得到了最新指示，开始频繁地向前插上，增加一个传中点。不过右路的孙继海范加尔却不让他前插，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埃辛一起冻结皮磊。第66分钟，埃弗拉左路插上，罗纳尔迪尼奥的传球也恰到好处地送了过来，他略作调整，直接起脚传中。托尼老师在和坎贝尔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他高高跃起，甩头攻门。这球距离太近，莱曼完全没有做出反应，但可惜的是，这球重重地砸在横梁上，高高飞起。科洛图雷敏感地抢到第一点，直接一脚大脚将球开了出去。场边的范加尔郁闷地用手托着下巴，今天的运气也着实差了一些。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的体力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透支，场面上也没有上半场精彩。阿森纳试图开始控制比赛，但范加尔很贼，他立刻安排埃辛和马克莱来对着中场线进行绞杀，他们2人的能力毋庸置疑，甚至与维埃拉和吉尔伯托都有的一拼。这样一顿中场的纠缠，场面依旧是个混乱无序的状态，而这正是范加尔想要的样子。第75分钟，曼城终于抓住了机会，这一次又是罗纳尔迪尼奥内切带走了右后卫劳伦，埃弗拉趁机前插，罗纳尔迪尼奥用眼的余光发现了他的插上，于是脚腕轻轻一抖，将球恰到好处的送到了他的脚下。埃弗拉稍微的调整了一下，然后直接起脚传中。托尼老师又一次抢到了这个点，他高高跃起，顶了一个弹地球，而这一次再也没有横梁的帮忙，莱曼对这个球完全没有办法。足球弹地之后重重的撞进了球网，曼城的球迷顿时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他们的球队将比分扳平了。你用力的握了握拳，与身边的伯恩斯坦拍手致意。莱因克尔也发出一声赞叹，这是阿森纳本赛季第1个失球，曼城的进攻终于得到了回报。场边的温格紧皱眉头，但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球员们继续激发自己的潜力。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比赛来到了85分钟。此时双方都有些谨慎，1分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结果，所以他们既想进攻又有些犹豫。但是有一个人却不这么想。第87分钟，他接到了维埃拉的一脚直传，从刚过中圈的位置开始带球加速，马克莱莱过来补防，他却直接一个升趟将马克莱莱挡在了身后。法国后腰知道他一旦突过去会有什么后果，他果断选择了伸手拉人，但他的手只在那人身后的球衣那里划了一下，却根本没能拉住他。就这么一瞬间，那人已经冲了出去。斯塔姆一看情况不妙，立刻大跨步上前，准备用强壮的身体来给他上对抗，但那人却突然抬头看了一眼，然后选择直接起脚远射，足球像一道流星一样划过，直奔球门的死角而去。范德萨大惊，连忙飞身扑救，但这球是绝对意义上的死角，即使他拼尽全力，也没能阻止这球入网。2比1，阿森纳又一次反超了比分。那人兴奋地冲了几步，然后一个滑跪来到了球场边缘，而他身后的硕大14号仿佛正熠熠生辉。是的，正是海布里国王亨利，他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打进了一粒精彩绝伦的进球，而在这个时间段重新取得领先，几乎可以锁定这场比赛的胜利。场边的温格也松了一口气，他的目光里满是欣慰，看向那个意气风发的爱徒。是啊，这才是能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巨星。看台上的杨洛叹了口气，没想到最终还是败在了巨星球上。重新开球后，曼城虽然不服输的继续努力进攻，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写比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分被定格在了1比2。阿森纳客场艰难地战胜了曼城。杨洛默默地叹了口气，还是很有风度的起身对旁边的彼得·希尔伍德表示了祝贺。演播室里，莱因克尔也开始对这场比赛进行总结和点评。这无疑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年轻的曼城最终还是遗憾地输给了更成熟的阿森纳，但他们的表现却足以让人称道。可以说，他们已经有实力去竞争更好的名次，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状态。一旁的阿兰·汉森开口，只要他们能够保证持续而有效的发展，那么1-2年后，曼城将成为一支英超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赛后发布会上，温格也很诚实地开口，这场比赛我们胜在了经验上。曼城是一支年轻而可怕的队伍，下一次交手恐怕会更难。第二天的报纸上，大多数报纸也都对曼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只有《卫报》的大卫·琼斯一如既往地说着酸话。曼城上下已经将这货给拉黑，以后不会接受他任何采访，甚至对整个《卫报》都保持了冷处理。踢完这场比赛，欧洲将迎来一个国际比赛日。如今曼城虽然还没有拿到什么成绩，但他们的国脚非常多：范德萨、孙继海、斯塔姆、乌伊法鲁西、延森、埃辛、马克莱莱、小罗、卡卡、C 罗、埃托奥都将为国征战。这一下将曼城的主力阵容几乎都抽走了，要不是罗本受伤，恐怕他也得被征掉。杨洛叹了口气，恐怕以后这就是常态了。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有事情要做，因为菲奥娜正拉着他到处看房子。本来他一直住在酒店，但菲奥娜却告诉他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才算有的家。他拗不过他的坚持，只能陪着他到处去看房。虽然名义上说是给杨洛看房，但实际上却完全是菲奥娜说了算。杨洛这人对于房子没有什么要求，只要生活方便，住得舒服就行。但菲奥娜却对杨洛的随性感到非常不满，房子可是要住很久的，你怎么能这么随意？杨洛摸了摸鼻子，好，你说了算。于是，在看了不下10套别墅之后，菲奥娜终于对一套3层的独栋别墅感到满意。这别墅不仅是环境优美，而且交通便利，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不小的游泳池和一个大大的花园，这让菲奥娜一眼就动了心。而且这套别墅正好是刚刚建成，里面还附带了精装修，只需要选些家具就可以入住了。这套别墅共有8个房间和6个卫生间，空间是绝对没有问题。菲奥娜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什么。这个房间视野好，我要选这里，这个适合小宝宝。杨洛有些奇怪，你在说什么？菲奥娜脸上红了一下，摇摇头，没什么。杨洛挑挑眉，这房子你满意吗？菲奥娜点点头，很满意。杨洛转身对房产公司的经纪人说，那就是这里吧。那人喜上眉梢，那杨先生，那我们这就去签合同。杨洛点点头，
等回到公司签完合同之后，经纪人开口：“杨先生，这套房子总价830万英镑，你需要贷款吗？”杨洛大手一挥：“全款，老夫就喜欢一把梭。”经纪人：“菲奥娜。”然后他们又开始去订家具，当然也都是菲奥娜说了算。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样子，杨洛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容易定下了各种家具，菲奥娜开学的日子也临近了。于是杨洛开上刚买的保时捷跑车，带着菲奥娜前往兰开夏郡。到了兰开夏郡，杨洛又给菲奥娜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让她上下学都方便。其实他们距离也就50多公里，如果没有课的时候，菲奥娜可以随时回来。菲奥娜的研究生导师名叫菲尔·约翰逊，是一名资深的足球总监，只不过后来转型做了体育管理专业的教授。他是伯恩斯坦的好友，在他手下学习，杨洛也比较放心。杨洛一直有一个想法，只要菲奥娜愿意，他就会慢慢让她接手曼城俱乐部的转会事宜。毕竟伯恩斯坦已经60了，天天跟着杨洛跑身子骨也受不了。在陪他办完了入学手续等事宜之后，杨洛就离开了兰开夏郡。订购的家具已经陆续到货，他要开始忙活布置家。前后忙活了小1个星期，总算是将家具摆放的差不多。由于还需要通风散味，所以他还暂时不能住进去。晚上回到酒店之后，他躺在舒服的大床上，突然感觉有点寂寞。菲奥娜继续去深造了，而自己却又无所事事起来。突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蹦了出来，要不自己也去学点东西。他挠了挠头，想给菲尔·约翰逊打电话问问能不能再招收一个学生，但随即又放弃了。中央兰开夏大学已经开学了，这时候再进去已经不现实了。而且如果等到明年，自己岂不成了菲奥娜的学弟了？一念及此，他不禁有些郁闷。第二天一早，他来到了曼城俱乐部，准备问问伯恩斯坦的意见。伯恩斯坦听到了他的想法之后，顿时有些好奇：“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杨洛摇摇头，就是有些闲得难受，人闲下来就废了。伯恩斯坦看了他一眼：“要不你去码头上搬搬货，累上一天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杨洛，伯恩斯坦笑了笑：“其实还有个思路，你如果想多了解足球方面的东西，你完全可以去考个教练资格证。”杨洛顿时眼睛一亮，听上去很有意思的样子。伯恩斯坦道：“正好，最近在曼彻斯特开了一个教练培训班，你可以先去试试。”杨洛顿时连连点头：“好，我这就去试试。”第二天，杨洛就兴冲冲地跑去了教练培训基地报了名。由于这是本国最低级别的教练培训，所以门槛并不高，有许多大学生在跟他一起上课。以他的聪明才智，搞定这些一点都不难。经过了几天的学习，杨洛很顺利地拿到了 C 级教练证书，这个是最基础的证书。而接下来想要继续升级，则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才行。于是他又厚着脸皮来到了俱乐部，说要跟着青训教练们一起训练俱乐部的小球员们。青训教练们都傻了：“你一个老板跟我们这里凑什么热闹？”杨洛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跟他们解释了原因。老哈兰德走过来，一副很懂他的表情：“这个 B 级教练证还挺难的，上次考试我就没过。”杨洛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一脸无语。接下来的日子里，杨洛则是每天都跟着青训团队泡在训练场上，一来是为了达到实践教学所需要的课时，二来也是真心想学一些东西。不过他在青训营里又发现了一个宝贝——丹尼尔·斯图里奇。这小子在今年夏天被曼城用3万英镑挖了过来，正式成为了曼城青训营中的一员。而杨洛给了青训主管一定的权限，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这笔交易。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斯图里奇也算是在英超赛场打出过名堂的球员，要不是太脆，说不定能成为一名一线球星。而就在杨洛每天都泡在训练场的时候，曼城也继续着他们的英超征程。经历了国际比赛日的洗礼，曼城的球员状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客场勉强以2-2逼平了富勒姆，而他们也掉到了积分榜的第7位。不过在1个星期之后，休息过来的他们又在主场4-1大胜阿斯顿维拉，重新回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本以为曼城接下来可以高歌猛进，但他们却在接下来的2场比赛中表现得一团糟。首先在主场0-0被热刺逼平，
然后又在客场被升班马狼队1比0带走。这2场比赛一踢完，对范加尔的质疑声顿时铺天盖地。大卫·琼斯更是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这位荷兰教头似乎魔力不在，在巴塞罗那的失败难道又要重演？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不相信球队所有人会一直容忍他。”杨洛自然也对曼城最近的表现非常不满，但他也深知大换血之后的年轻球队战绩有起伏很正常，现在也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他并不打算更换教练。而且比赛他也都看了，实际上只是运气差了一些，比赛内容都很不错，所以他立刻找到了范加尔。范加尔此时脸上阴云遍布，外界的流言他如何能不知道？俱乐部花了这么多钱，他接连出现这样的成绩，的确有些不好看。但杨洛却开口道：“范加尔先生，不要听外界的流言和批评，我和俱乐部的管理层对你一直充满了信任，我相信你一定会及时调整过来。”范加尔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支持自己，他仔细地抬头看了看杨洛：“杨先生，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快让球队摆脱低谷。”而与此同时，伯恩斯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达了对范加尔的支持：“我们曼城目标是打造一支豪门球队，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所以短期的成绩波动不会影响我们对范加尔先生的信任。”而输给狼队之后，球队又迎来了一个国际比赛日。上一次国际比赛日，曼城的球员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一次会不会重蹈覆辙，谁也不知道。时间来到了2003年10月18日，今天曼城将在主场迎战博尔顿。博尔顿是一支保级球队，他们的真实实力远不及曼城，但如今曼城的状态稀烂，而且他们的球员大都经历了国家队比赛，所以赛前看衰他们的也不在少数。小黑子大卫·琼斯在卫报上写着：“曼城本场比赛面临很大的考验，如果他们拿不下博尔顿，下一场对阵切尔西的比赛就更加凶多吉少。如果接连不胜，那曼城恐怕会一泻千里，到时候别说争夺欧冠了，更现实的目标恐怕是保级。”比赛开始的时候，范加尔眉头一直紧紧地锁着，他也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曼城必须在本场比赛中止住颓势，否则他们真的有可能提前告别欧冠席位的争夺。因此，即使主力球员们有些疲惫，但他依旧派上了大多数的主力。但上半场比赛，曼城踢得依旧不顺，开场不到5分钟，博尔顿就率先打入1球，这让曼城的主场球迷非常不满，甚至已经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嘘声。而场上的球员们也深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开始了潮水般的进攻。不过对方门将本场比赛十分神勇，接连扑出了多个必进球。直到上半场临近尾声阶段，曼城这才由罗纳尔迪尼奥打进1球，将比分扳平。两队带着1比1的比分来到了中场休息。贵宾区的杨洛也皱起了眉头，最近看起来不太顺啊。但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却突然间峰回路转了起来。第47分钟，卢卡·托尼接到罗本的下底传中，头球破门。第53分钟 ，C 罗禁区内包抄破门。第61分钟，乌伊法鲁西通过一个角球的机会头球破门。下半场才开始了15分钟左右，曼城竟然连进3球，比分来到了4比1，结果几乎已经没有悬念。这让在场的所有观众都彻底疯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范加尔自己也不知道，或许只是幸运女神突然回来了而已。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在你各种不顺的时候，突然就会在某个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锁定胜局之后，他将卡卡和赖特、菲利普斯换上场，让主力球员休息。可是即使是他们上场，曼城的进球运还在继续。第71分钟，卡卡通过一脚远射将比分扩大到5比1。第83分钟，赖特、菲利普斯通过禁区内的抢射又进1球，6比1。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虽然曼城收获了一场大胜，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又是一场硬仗，主场对阵切尔西。今年的切尔西表现非常不错，前8轮比赛取得了6胜2平的战绩，只是在第9轮中被阿森纳主场击败。而如今他们处于积分榜的第3位，曼城则是排在了积分榜的第6位。赛季前，杨洛对于本赛季的预想就是
争取与切尔西、利物浦和纽卡斯尔争夺欧冠席位。所以，这场比赛是直接对手之间的较量，而这场比赛也被媒体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这两支球队都是大撒币的球队，堪称是土豪二人组。他们的直接较量更是能看出谁的撒币更有效一些。切尔西的主教练正是补锅匠拉涅利，而他在本赛季最常使用的阵型是442，但首发阵容却经常发生变动。不过，既然是442，那再强也不会有阿森纳的强。所以，这场比赛曼城依旧延续着之前的首发阵容，只是轮休的斯塔姆又一次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之中。而切尔西这边首发阵容一直到了比赛前1个小时才公布出来。门将库迪奇尼，后卫线格伦、约翰逊、特里、加拉斯、布里奇，中场乔科尔、佩蒂特、兰帕德、达夫，前锋克雷斯波和哈塞尔巴因克。而杨洛也早早地来到了球场，准备关注这场比赛。当他看到双方球员排成一排的时候，他看到了切尔西那边正站在一起的特里和布里奇，顿时面色那叫一个古怪。要是布里奇知道之后那档子事，我估计现在都有直接刀了特里的心。而此时的他俩还是亲密无间的队友。一想到这，杨洛就忍不住摇头叹息。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比赛正式开始。拉涅利的打法是典型的防守反击，所以范加尔也不跟他客气，一开始就发动猛攻，争取将对手直接拍死。但拉涅利调教的防线防守非常稳健，曼城也一时半会找不到机会。不过范加尔的战术体系中，边路是他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所以他大手一挥，埃弗拉积极前插，争取找到突破口。埃弗拉前插之后，曼城的进攻更加立体了一些，但切尔西的防线却依然非常稳固。特里和德塞利这一老一少组合，直接让曼城的进攻线一筹莫展。而切尔西的反击也非常简洁，只要后场一得球，立刻在第一时间打到边路或前场，要么利用达夫的边路突击，要么利用哈塞尔巴因克的速度优势直击曼城的痛点。第23分钟，切尔西终于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克雷斯波争顶下后场的长传，身旁的哈塞尔巴因克得球后一个包汤，斯塔姆脚步没有跟上，被他抢到了先机。就在哈塞尔巴因克上前大踏步的奔袭之时，一个天蓝色身影突然斜刺里杀出，用身体一扛，顺势将球破坏出去。是孙继海，他眼见哈塞尔巴因克即将起速，果断选择了舍弃自己的防守人，成功的破坏了这次即将形成的单刀。范加尔在场边忍不住握了握拳，现场的球迷也发出了巨大的喝彩声。但这个解围球却落到了另一侧的乔科尔脚下，他轻巧的一扣就晃过了埃弗拉，然后一脚直塞交给了已经再次前插的克雷斯波。克雷斯波领了几步，却发现根本没能甩开身旁的迪斯汀，但他却突然将球轻轻一推，交给了身后高速插上的兰帕德。前插是兰帕德的拿手好戏，他也是最会得分的中场球员。不过这一次他却没能得偿所愿，因为身旁的埃辛已经跟住了他，并用身体将他挤了一下。兰帕德的脚步顿时一乱，他想要调整脚步去射门，但球却没有吃正部位，偏出了球门。切尔西的这次进攻非常简洁，但他可以在瞬间就投入4到5人的进攻团体，这给对手的防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要不是孙继海和埃辛的及时补防，这球还真有可能被得分。范加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大手一挥，让马克莱莱负责盯防速度极快的哈塞尔巴因克，防止他再次起速，而埃辛则负责在中场进行扫荡，一旦得球就向前输送炮弹。接下来的时间，曼城依旧是占据场上的优势，小罗和罗本这一侧成为了他们重点攻击的方向，因为右后卫格伦、约翰逊的防守很容易出现问题。果然，第39分钟，曼城终于得到了机会，埃辛断下佩蒂特的传球之后，直接一脚直传交给了罗纳尔迪尼奥，兰帕德上前干扰，却被小罗轻松扣过。他带球向前沿着中路偏左的方向进行突进，瞬间就来到了30米区域之内。此时的右后卫格伦、约翰逊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放弃罗本，跟特里一起上前封堵小罗。小罗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他透过格伦、约翰逊的大头看到了悄咪咪横向移动的罗本。特里意识到了不对劲，他赶紧让格伦、约翰逊回位，
但为时已晚，小罗的脚腕一抖，直接送出了一记直塞，足球从他们还没合拢的缝隙之中穿过，交到了已经无人看守的罗本脚下。罗本接球顺势一领，就杀进了禁区。此时禁区的整个左侧已经完全空了，加拉斯无奈只得过去补防。罗本眼见战术意图已经达成，他轻轻将球一个横传，已经无人防守的埃托奥迎球一脚推射，库迪奇尼完全没能做出反应。1-0，曼城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这个进球瞬间点燃了主场的球迷，范加尔兴奋地挥拳庆祝。这个进球对于曼城太重要了。杨洛也兴奋地跟伯恩斯坦击掌相庆。切尔西的高层没有出现在这里，所以他们庆祝得更加没有顾忌。拉涅利则是皱起了眉，对于防守反击型的球队来说，被先进球无疑是非常不利的。看来中场休息需要做出调整了。不过此时已经距离中场休息还有5-6分钟，他沉住了心态，等待中场结束的哨响。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双方没能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上半场比赛结束，曼城1-0领先切尔西。15分钟之后，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由于上半场表现出色，范加尔没有做出什么战术调整，而拉涅利做出了调整。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上场，换下了佩蒂特，这也表明了他的态度。双中场都换上了偏进攻的球员，这是要跟曼城玩互捅的游戏。看台上的杨洛挑了挑眉，阿根廷巫师无疑是一位顶尖的中场球员，但他在英超的表现堪称是灾难。他其实并不适应英超的节奏。如果拉涅利换上他是为了搏命，那么搏命的后果恐怕将不尽如人意。不过补锅匠也是无奈之举，由于马克莱莱被曼城捷足先登，所以切尔西在今年夏天并没有买到与马克莱莱相同等级的中场球员，导致他们的中场天然就有缺陷。老将佩蒂特虽然也不错，但是毕竟他的状态已经有所下滑，一旦碰到强队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上一场的阿森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如今换上贝隆也是他放手一搏的标志，但结果如何却完全是个未知数。第53分钟，贝隆得到了足球，他利用自己的强悍身体护住了球，但出球之前的略微犹豫就让他陷入了埃辛的逼抢之中。黑塔埃辛的身体让贝隆都有些吃不住劲儿，他连忙向后回传，然后身体一转，朝着前场跑去。特里接到回传之后，直接一个大脚，前场的克雷斯多回撤做球，正好将球又交到了前插的贝隆脚下。贝隆卸下足球之后观察了一下，然后直接一脚直塞，准备交给快速前插的哈塞尔巴因克脚下。但这一次斯塔姆却非常预判到了他的传球线路，大长腿一迈，瞬间拦截下了他的传球。然后他抬头一看，一个大脚直接将球甩到了前场。此时由于贝隆已经前插，中后卫身前的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档，罗纳尔迪尼奥出现在那里，他漂亮的卸下足球，然后瞬间开始起速。兰帕德上前干扰，却被他扭着屁股直接顶开。眼见他又来到了禁区前沿，特里只得继续上前封堵。这一次格伦·约翰逊吸取了教训，没有上前来协防，但如今年轻的特里怎么可能是小罗的对手？只见浑身是假动作的小罗让年轻的蒋特里不知该如何下脚，他轻松的一个变向就要从他的左边突破。特里一看不好，连忙伸手将小罗拉倒。主裁判的哨声响起，他从远处跑来，果断地掏出一张黄牌。特里也没有争辩，这黄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黄牌也非常值，要不然小罗进了禁区，那几乎就意味着丢分。不过曼城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这球距离球门25-26米的样子，正是主罚球员最喜欢的距离。小罗当仁不让地站在了足球的前面，他作为球队的绝对中场核心，任意球一般都由他来包办。库迪奇尼紧张地布置着人墙，他知道小罗的任意球水准，虽然称不上顶级大师，但绝对也是一流高手。小罗观察着对方人墙的位置，目光也在不停地闪动着。虽然他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但他的脑子却是聪明的紧。如果没有这种能洞悉对手弱点的能力，他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在切尔西球员布好人墙之后，主裁判退后了几步，一声哨响，示意球员可以主罚。罗纳尔迪尼奥退后了几步，开始助跑。只
只见他身子左倾，右脚重重的抽打在足球的下半部分，足球陡然而起，带着强烈的旋转和飞快的速度，朝着球门死角飞速而去。罗纳尔迪尼奥一出脚就感觉非常好，他的眼神已经直勾勾地跟着足球飞去。在场的球迷也都屏住了呼吸，几万人的目光也都聚焦在了那个小小的足球上。库迪奇尼快速地移动了几步，然后高高跃起，将整个身子尽力地舒展开来，但足球依旧从他的指尖飞过，钻进了球门。当足球撞击球网的声音响起，球场上顿时响起了剧烈的喧嚣。库迪奇尼绝望地倒在地上，足球也在他身后蹦蹦跳跳。罗纳尔迪尼奥兴奋地跑到场边，队友们也纷纷扑了上来，为他庆祝这精彩的任意球。杨洛也站起身来，情不自禁地为罗纳尔迪尼奥的精彩表现而鼓掌。这球十分精彩，意义也十分重大。2-0领先，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比分了。拉涅利沉着脸，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这球的源头就是贝隆的传球失误以及失位，但自己派他上场不就是为了加强进攻的吗？他心中叹了一声，知道这场比赛恐怕已经大势已去。接下来的时间，切尔西不得不大举压上进攻，希望将比分扳回。但曼城的后防线也不是吃素的，就连他们的爆点达夫在面对孙继海的防守时也没有占得多大便宜。只专注于防守的孙继海足以能达到英超一流边后卫的水准，这让达夫也非常难受。而马克莱莱和埃辛此时的位置也不再那么靠前，他们在后防线身前拉上了一道大闸，这让切尔西的进攻线也有些无计可施。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切尔西始终无法形成什么有威胁的进攻，反而让曼城抽冷子打了几次反击，差点将比分扩大。而范加尔也适当做了一些轮换，将达科特换上场替下了马克莱莱，用米尔纳换下罗本，让主力球员得到休息。可即便如此，切尔西依旧没有获得进球的机会，甚至连很好的破门机会都不多。其实不得不说，他们中前场的2个阿根廷人其实是并不适应英超的比赛和节奏的，所以以他们为依仗的切尔西并不可能成为一支顶尖的英超球队。最终比分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改变，曼城在主场2-0力克切尔西，拿下了一场关键的胜利。在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杨洛轻吐了一口气，起身与一旁的伯恩斯坦拥抱庆祝。连续的2场胜利终于可以让曼城将前些日子的阴霾给驱散了。在战胜切尔西之后，曼城和范加尔的风评终于又扭转了过来。10轮联赛过去，曼城取得了5胜3平2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5位。这对于一支新军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战绩了。虽然输给狼队的那场比赛非常可惜，但年轻球队有波动也很正常。看到报纸上的一片祥和，杨洛忍不住挑了挑眉。这就是媒体捧高踩低是他们的绝活，他们从来不吝啬给一个强者掌声，也不会对一个失败者伸出援手。看完报纸的他也吃完了早餐，他走出了酒店，坐上了自己的跑车。今天是周天，他要去兰开夏郡看看菲奥娜。开了近1个小时的车，他来到了菲奥娜租住的房子门口。反正他也有钥匙，于是他直接开门走了进去。如今已经是上午10点了，没想到菲奥娜还在睡觉。他的卧室门敞开着，杨洛一眼便看到了正四仰八叉睡觉的菲奥娜。此时的她正穿着一条热裤，被子只盖住了上半身，修长白皙的大长腿就这么露在外面。杨洛顿时有些眼晕，他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赶紧不敢再看，再看就要犯罪了。他默默地走到了客厅，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沙发上。过了约莫20分钟，卧室里传来了动静。菲奥娜迷迷糊糊地起身，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卫生间走去。她伸了个懒腰，顺手脱下了热裤，头也不回地朝沙发上一扔。但这一下却不偏不倚，正好扔到了杨洛的头上。杨洛顿时心跳就漏了一拍，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菲奥娜的红色小裤裤，还有那白皙浑圆的小屁屁。他连忙大喊一句：“菲奥娜！”正在准备直接脱掉睡衣的菲奥娜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就发出尖叫声。要不是他听出了这个声音，他绝对会直接高呼救命。他立刻转身看向沙发，却见杨洛正从头上拿下热裤，那场面要多猥琐有多猥琐。菲奥娜顿时又急又恼。杨洛说着，他
他直接冲上前去，恨恨的一脚踹了上去。杨洛被他白得发光的大长腿晃了下眼睛，肚子上顿时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脚。菲奥娜这一脚当真是很重，差一点让他的隔夜饭都吐了出来。杨洛顿时身子一僵，整个身子蜷缩成了虾米。菲奥娜这才一把夺过热裤，飞也似的跑进了卧室。回到卧室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顿时整个脸都涨红了。完了完了，内裤被看光了。好容易他才平复下来，在卧室内换好了衣服，这才整理了一下仪容走了出来。而此时的杨洛正可怜兮兮地趴在沙发上，欲哭无泪。菲奥娜瞪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就闯进来？”杨洛叹了口气：“不是你让我随时来都可以吗？”菲奥娜气恼道：“那你也要告诉我一声啊，这样不声不响的多吓人。”杨洛一想，毕竟是自己占了便宜，顿时老老实实的开口：“我错了。”菲奥娜这才放过了他，跑到他身边给他揉了揉肚子：“疼不疼？”杨洛可怜巴巴：“疼。”菲奥娜白了他一眼，手上却没停，给他继续揉了起来。杨洛望着他的侧脸，心中突然有种冲动，他情不自禁地将头伸了过去。就在这时，菲奥娜突然回过头：“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杨洛顿时有些尴尬，伸手在他脸上抹了一下：“哈哈，是有点东西，有点东西。”菲奥娜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脸色一点点地红了起来。杨洛连忙打了个哈哈：“都快中午了，我们还是出去找地方吃饭吧。”菲奥娜莫名地有些气恼：“吃，就知道吃。”哼！杨洛伸手拽了拽他：“怎么了？你不是说有家特别好吃的华夏菜馆吗？”菲奥娜白了他一眼，但是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他撇了撇嘴，只好起身准备收拾一下出门。二人跑去那家店里美美的吃了一顿，杨洛又陪他逛了逛街，给他买了好几件漂亮的衣服，这才打道回府。临走时，菲奥娜拍了拍他的肩膀：“等过段时间搬家的时候，别忘了叫我回去。没有我的在场，你不准自己偷偷搬进去。”杨洛点点头：“好。”菲奥娜这才满意的笑了笑：“那你赶紧回去吧，路上小心。”杨洛上了车，掉头开始向回走去。从后视镜里，他看到菲奥娜一直都在原地，久久地望着自己。3天后，曼城迎来了新赛季首场联赛杯的比赛，对手是女王公园巡游者，这可是一支将来跟曼城颇有渊源的队伍。阿圭罗的那次惊天绝杀，对手正是女王公园巡游者。而值得一提的是，那场比赛巡游者队中吃到红牌让曼城多打一人的，正是曼城的青训乔伊·巴顿。不过此时的巡游者还是一支英甲球队，实力与曼城自然没法相比。而范加尔也派出了全替补的阵容，一是轮换，二是锻炼新人。在青训营里表现出色的法布雷加斯、梅西和马里奥·戈麦斯在本场比赛中也进入了大名单。由于本场比赛双方实力差距比较大，所以曼城早早的取得了2-0的领先。而在下半场比赛的第60分钟，范加尔用16岁的法布雷加斯和18岁的马里奥·戈麦斯分别换下了达科特和托尼老师。而在比赛的第81分钟，范加尔做出了最后一个换人，16岁的里奥梅西上场，换下了同样非常年轻的米尔纳。乍一获得出场机会的少年们表现多少有些紧张，球场上还多少有些拘谨。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16岁的少年将来会成长到什么程度。只有杨洛知道，这是多么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性时刻。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从这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最终，曼城在中场前由马里奥·戈麦斯又打进一球，曼城3-0完胜对手，成功晋级联赛杯下一轮。在联赛杯战胜女王公园巡游者之后，曼城又将在客场挑战南安普顿。对于刚在各项赛事中取得3连胜的曼城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对手。果然，曼城客场2-0战胜了南安普顿，而曼城也攀升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曼城很有可能会进入下赛季的欧洲冠军联赛。而曼城也在下一轮比赛中以2-0轻取莱斯特城，取得了各项比赛的5连胜。杨洛对于最近曼城的状态非常满意，他认为球队已经渐渐走上了正轨。在踢完莱斯特城之后，
就将进入一个国际比赛日，而曼城依旧是几乎全主力阵容被征召，尤其是荷兰队将要面临2回合欧洲预选赛的附加赛，这种级别的比赛无疑是对于斯塔姆这种半大老头子是非常大的负担。而曼城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喜鹊军团纽卡斯尔联，这可是曼城赛季之初假想的争四对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本赛季纽卡斯尔到现在为止的表现十分不理想，参加欧冠给他们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让他们如今在英超中仅仅排到了第10位。尤其是上一轮，他们在客场被切尔西5比0给干爆，这让喜鹊军团的支持者非常不满。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主场作战的纽卡斯尔来说非常重要。本场比赛，纽卡斯尔排出了442阵型，门将吉文，后卫休斯、布兰博、卡德维尔、伯纳德，中场安布罗塞、斯皮德、鲍耶、罗伯特，前锋希勒、阿梅奥比。可以说，如今的英超442还是大行其道的。而纽卡斯尔阵中还是猛将如云的，像是斯皮德、鲍耶、吉文和阿兰希勒都是在杨洛记忆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尤其是阿兰希勒，这位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第一前锋，如今33岁，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最后巅峰。朴实无华的球风下，却丝毫无法掩盖他的强悍和高效。本场比赛，范加尔的主要防守重点正是这位英格兰前锋，这个主要的职责落在了斯塔姆头上。比赛刚一开始，曼城依旧是率先发起进攻的那一方。没办法，小年轻比较耐不住寂寞。第10分钟，罗纳尔迪尼奥与 C 罗做了一个2过1配合 ，C 罗突破到底线，传出了一记质量非常不错的传中。当然，由于禁区内是身材一般的埃托奥，所以他传了一个又平又快的弧线球，这球速度极快，让防守队员非常难以处理。而埃托奥却在后卫之间抢出了一脑袋，将球轻轻一蹭，足球就改变了方向，朝着纽卡斯尔的门内飞去。这球距离非常近，按常理门将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但吉文的腿却正好在球的行进路线上，他下意识的一抬，将球挡了出去。场边的范加尔遗憾地抱住了头。不过曼城的攻势依然在继续，在接下来的10几分钟内，曼城又形成了好几次有威胁的进攻。终于，在比赛的第30分钟，曼城取得了领先。这是罗本在左路发起的进攻，他用速度摆脱了休斯的防守，但他却没有选择直接下底传中，而是直接带球杀进了禁区。在吸引了中后魏布兰博的协防之后，他突然将球到3角传向了禁区中央，而罗纳尔迪尼奥出现在那里。不过老将斯皮德却紧紧跟住了他，让他没有起脚的机会。可是足球精灵就是足球精灵，罗纳尔迪尼奥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将防守队员身子一晃，足球却从他的脚边直接漏了过去。而他的身后，埃辛已经后排插上。只见加纳水牛迎球一脚怒射，门将吉文视线被挡，等做出反应时已经来不及，足球重重地撞在了球网里。曼城1比0取得了领先。这个进球让现场的喜鹊球迷沉默了。如果这场比赛再输，纽卡斯尔可就很难受了。于是主教练大手一挥，落后的纽卡斯尔开始了大举进攻，曼城也丝毫不惧，跟他们玩起了对攻。不过两队受 FIFA 病毒影响还是挺大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的体力问题渐渐显现出来。小罗在下半场第6分钟的时候出现了一点肌肉紧张的情况，范加尔连忙将他用卡卡换了下来。而斯塔姆也在第65分钟的时候有些跑不动了，这种重型后卫过了30岁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体力问题，所以范加尔也被迫用乌伊法鲁西将他换下。范加尔也不得不让球队开始适当回收，毕竟体力不饶人。接下来的比赛场面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好看起来，双方由于体力的下降出现了不少传接球失误，这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高质量进攻。而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时间已经来到了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范加尔看了看3分钟的补时，心想只要坚持一下，经济实惠的3分就到手了。但就在这时，鲍耶的一个长传来到了纽卡斯尔的前场，已经有些跑不动的阿兰希勒倚住了乌伊法鲁西，将球稳稳地停在了自己的身前。他抬头扫描了一下前场的情况，但却发现自己的队友都与自己有一定的距离，不太好形成联系。于是他咬了咬牙，
以助乌伊法鲁西强行转身带球前进。乌伊法鲁西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在他的身边不停地进行骚扰。但就在阿兰希勒带了2步之后，他突然身子一顿，乌伊法鲁西顿时感觉身上一股大力传来，这让他的动作就此一缓。这显然是阿兰希勒故意用身体对抗来制造出的效果，而他也赢得了一丢丢的射门空间。只见他在禁区弧顶处直接摆腿强行射门，他已经体力耗尽，再向前带球已经是不能，所以他就赌上这最后一丝力气来一脚远射。幸运的是，这脚射门质量非常高，只见足球贴着草皮急速飞行，而且似乎根本没有旋转，就这么直直地奔向球门的左下角。范德萨目光一凝，连忙做出了下地的动作，但这球实在是太快，角度也太刁，他的手指尖勉强蹭了一下，却没能改变足球的轨迹。足球擦着门柱飞进了球门，1-1，纽卡斯尔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顿时点燃了全场的关注，他们疯狂地庆祝着，高呼着阿兰希勒的名字。自从1996年转会来到纽卡斯尔，7年多的时间，他早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英雄。而在球队陷入绝望的时候，又是这位33岁的球员拯救了球队。但场边的范加尔却是面色铁青，在最后时刻被扳平，任谁都要吐一口老血。在酒店里看球的杨洛也郁闷地捶了一下床，3分和1分的差别可太大了，尤其是这种争4对手的6分战。但此时也已经没有时间了，曼城的队员虽然想组织进攻，但意义也并不大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就此结束。曼城在客场1-1战平纽卡斯尔，止住了5连胜的步伐。转播室里的莱因克尔点评本场比赛，显然 FIFA 病毒对2队的影响都很明显，这场比赛并不是非常精彩。但最后时刻，阿兰希勒的进球还是显示了他非凡的射门功底。这位英格兰的头号射手又一次拯救了球队。阿兰·汉森也在旁边说道，本场比赛的平局或许是双方球迷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分。在这场比赛过后，曼城依旧是排在积分榜第4位，前3位的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都全部取胜，这让他们的积分差距又拉开了一点。1周后的11月30日，曼城将回到主场迎战实力平平的米德尔斯堡。这场比赛应该是曼城必须要拿下的，所以他们依旧排出了主力阵容，只不过斯塔姆和罗纳尔迪尼奥的位置替换成了乌伊法鲁西和卡卡，因为他们有一点肌肉疲劳的症状。米德尔斯堡这个球队有些意思，他们本场比赛竟然排出的是343阵型，这在千篇一律的442中还是很扎眼。看台上的杨洛都有些恍惚，这可是10几年之后大行其道的3后卫，现在出现在这里还是让他耳目一新的。不过他们与曼城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曼城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尤其是追风少年卡卡，在前场可谓是予取予求，让对方的后防线苦不堪言。在他的左冲右突之下，曼城获得了无数次的好机会，但对方的澳大利亚门神施瓦泽表现神勇，让曼城的进攻都无功而返。场边的范加尔皱着眉头，总是这么久攻不下，容易出幺蛾子啊。而此时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第44分钟，米德尔斯堡终于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反击机会，左边翼卫岑登得到了足球，他开始狂飙突进，朝着曼城的腹地杀去。曼城此时的防线还并未落位，埃辛和马克莱莱正在拼命地向后跑，争取跟住对方的进攻线球员。但岑登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黄皮肤的家伙，是孙继海。他进攻的时候很少压上，所以他还在后路镇守。这位今年夏天刚从切尔西转投米德尔斯堡的荷兰边锋一开始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准备一个加速先过了他再说。但孙继海一点不慌，他先卡住防守位置，然后几个踏步提起速来，跟住了岑登的脚步。岑登的面色凝重起来，他发现简单的加速根本甩不开这个防守球员，于是他降速再起速，却依旧没晃掉孙继海的重心。眼见球队锋线上的3人已经全部落位，岑登知道如果不能及时传球的话，这次反击机会就要错过了。但现在他已经陷入了孙继海的纠缠中，想要快速出球并不容易。于是他心一横，直接拨开一个小小的空间，强行传中。
但这个球的质量非常一般，让乌伊法鲁西抢先一投，直接顶了出去。禁区线上的马克莱接球后，直接一脚长传，将球交给了右路的 C 罗。由于米德尔斯堡正在压上，所以此时 C 罗的身前是一大片开阔地。他心中一喜，开始大踏步的加速，只3-4秒钟，他就已经冲到了30米区域。此时的卡卡、罗本和埃托奥也用极快的速度开始前插接应，一时间前场形成了4打3的优势局面。而米德尔斯堡的左中卫库德鲁扑了上来，准备拦截 C 罗，但 C 罗一见只有他一个，顿时想要用一个漂亮的动作晃过他。于是他无视了埃托奥的要求，而是直接做了2个花哨的踩单车，然后又准备接一个大幅度的变向突破对手。但库德鲁却完全没有吃晃，直接瞅准时机将球一捅，从 C 罗脚下将球断下。 C 罗大吃一惊，但他的重心已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库德鲁将球带走。就这样，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就这样丧失。一旁的埃托奥愤怒地拍了一下大腿，指了指身前：“你倒是传啊！”场边的范加尔暴跳如雷：“你他妈玩什么花活？”而库德鲁却没有犹豫，直接一个大脚开到了前场。一时间，攻守之势逆转，而曼城的球员正在压上，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他们，直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米德尔斯堡的前锋内梅特高速启动，只一个加速就突破了乌伊法鲁西的防守，然后他直接杀入了禁区。面对范德萨的出击，一个轻巧的横传，另一名前锋拍马赶到，推射破门。0-1，占据全面优势的曼城竟然在主场意外的落后了，现场顿时一片死寂。范加尔愤怒地将手中的水瓶摔到地上，他面色铁青地瞪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如果此时眼神能当剑，他已经能捅死他好多回了。一个好好的反击机会被他玩花活浪费掉不说，还让对手直接抓住机会完成了破门，这简直是在犯罪。演播室里的莱因克尔叹了口气，这次的贻误战机显然是不可原谅的。这个年轻人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而这个代价很有可能就是3分。看台上的杨洛也脸色难看起来，他知道 C 罗有玩花活的毛病，但之前的几场比赛他控制得很好，他以为是范加尔的改造起了作用，现在看来只是他之前压抑住了自己，没想到他在这种要命的时候又犯了这种错误。上半场结束，曼城0-1落后。更衣室里，范加尔火力全开，克里斯蒂亚诺，你到底想做什么？ C 罗身子一抖，弱弱地道：“头儿，我。”范加尔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是不是说过，出球一定要果断，尤其是攻防转换的时候，不要过分粘球？” C 罗点点头：“是的，头儿。”范加尔盯着他：“那你是怎么做的？4打3的机会就让你这么轻易浪费？” C 罗垂着头：“对不起，头儿。”范加尔冷哼一声：“你如果不改掉你这个毛病，那今后的比赛你别想再出场1分钟。” C 罗身子一抖，猛地抬起头：“头儿。”范加尔却不再看他，直接将头转向另一边：“赖特，下半场准备出场。”赖特·菲利普斯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是，头儿。” C 罗咬了咬后槽牙，一言不发。就在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阿维罗，别太难过，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改。我以前也喜欢玩花活，但也慢慢改了不少。”已经红了眼眶的 C 罗身子一震，感激地看了看那个带着温暖笑容的龅牙小哥。罗纳尔迪尼傲笑着说：“头儿也是为你好，你如果不沉迷于那些花活，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强的运动员。”旁边的卡卡也拍了拍 C 罗，做出了鼓励的手势。C 罗彻底绷不住了，眼泪大滴大滴的落了下来。下半场开始后，赖特·菲利普斯替换 C 罗出场。看台上的杨洛知道范加尔肯定对 C 罗大喷特喷，他轻轻地皱了皱眉，这对于 C 罗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他一个小岛上出身的球员，本身就比较自卑敏感，他更需要一个慈父一样的人来呵护他。看起来他需要在有必要的时候出面一下了。而曼城显然也受到了中场休息时的影响，在下半场开始后显得有些混乱，自然的，他们的进攻也没有什么章法，比分也迟迟无法改写。现场的球迷忍不住焦躁起来。范加尔又做出了换人调整，
用罗纳尔迪尼奥换下了罗本，用托尼老师换下了埃托奥。换人之后的曼城有了一些起色，但依然无法战胜澳大利亚门神施瓦泽。最终，曼城在主场出人意料的以0-1输给了米德尔斯堡。莱因克尔总结道：“这真是一场出人意料的比赛。”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表现足以成为赛后的焦点。果然，在赛后 ，C 罗的糟糕表现被所有媒体都拉出来批斗了一番，尤其是专业黑子大卫·琼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发文：葡萄牙人战犯级别的表现毁了球队一整场的努力。要是我是他的队友，我一定会去骂他个狗血淋头。杨洛看到他的文章，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要是哪个球队能吸纳你做球员，那一定是他们瞎了眼。不过 C 罗的问题他还是需要关心一下的，毕竟这可是他球队的至宝。于是他在第二天来到了球队的训练场。由于比赛输了，所以第二天他们没捞着休息，而是继续进行着恢复性训练。而可怜的 C 罗正在一旁独自训练，显然范加尔的余怒还没消。杨洛走到了范加尔旁边：“范加尔先生，我想跟 C 罗谈谈，可以吗？”范加尔点点头：“当然。”于是杨洛走到了 C 罗旁边：“克里斯蒂亚诺，我们谈谈。”C 罗目光闪烁了一下，这位俱乐部的大老板突然找到自己，难道是要继续批斗自己？毕竟是自己害的球队丢了3分。于是他有些怯怯的点点头：“杨先生，你不会也是来批评我的吧？”杨洛笑了笑：“我当然要批评你。”C 罗身子一抖：“杨先生。”杨洛对他招了招手：“我们去办公室。”C 罗哭丧着脸，只能跟着他一起走到办公室。一进门，杨洛便让 C 罗在沙发上坐下。他看了看局促的葡萄牙人：“放松，我不是单纯批评你的。”C 罗这才放松了一下，但片刻之后，他琢磨过来了，不是单纯批评，那就还是要批评。一想到这，他又沮丧起来。杨洛看了他一眼：“对于你昨天的表现，你有什么说的？” C 罗闷声道：“是我犯的错，我不应该沉迷自己的盘带，从而错失进攻的机会。”杨洛道：“那你想怎么改变呢？” C 罗闷声道：“以后一定减少无用的花活。”杨洛突然提高了音量：“不是减少，而是杜绝。”葡萄牙人被吓了一跳，连忙看了看杨洛。杨洛正色道：“克里斯蒂亚诺，你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甚至在我所见过的球员中，你的天赋都能排到前3。” C 罗心中一喜，脸上的表情总算放松了一些。杨洛看了看他：“但是，如果你只是沉迷于你那花里胡哨的动作，那你永远也无法兑现你的天赋。”他顿了顿，继续道：“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边锋，那么你偶尔犯个错也无妨。但你的目标应该是成为金球级别的球员。” C 罗身子一震，他以前只敢偷偷的意淫自己会夺得金球奖，但杨洛却是第一个明确的告诉他应该以金球奖为目标的人。他看了看杨洛，眼里露出了遇到知音的表情。杨洛也盯着他：“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球员？” C 罗重重点头：“我当然要拿金球奖。”杨洛拍拍他的肩膀：“所以你就更要听从范加尔先生的建议，他作为世界名帅，对于培养年轻球员有独特的心得。” C 罗点点头：“我一定好好听从安排。”杨洛满意地点点头：“我相信你，也相信范加尔先生，所以这件事你要听从他的安排，好好训练，争取早日回到首发阵容。” C 罗表情一肃：“杨先生，请放心。”杨洛笑了：“行了，你快回去训练吧，我很看好你。” C 罗连忙起身，只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轻了2两。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杨洛忍不住乐了。忽悠未来的超级巨星的感觉真好。在跟米德尔斯堡比赛之后的4天，曼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杯的第2个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如今的热刺远远不是后期的 Big 6，如今他们也稳居积分榜的下游。这场比赛，范加尔依旧派出了替补阵容，梅西和法布雷加斯依旧进入了大名单，而曼城也凭借托尼老师的梅开2度，以2-1战胜对手，进入了下一轮。接下来曼城又在联赛中去往利物浦挑战埃弗顿。如今的埃弗顿已经是天才少年鲁尼当家，但他们的实力却还是与曼城有所差距。曼城在本场比赛中正常发挥，以2-1战胜对手。在夏季转会窗，杨洛曾经想过购买鲁尼，但思考了一番之后，
认为性价比并不高，所以才放弃。本场比赛中，鲁尼表现十分出色，埃弗顿唯一的那个进球正是源于他的助攻。这位冲击力十足的小胖子，如今可是英格兰的超新星，一众豪门都对他垂涎三尺。赛后，伯恩斯坦对杨洛说：“咱们要不要去买这个小胖子？”杨洛摇摇头：“我估计弗格森爵士已经瞄上他了，咱就不跟人家抢了。以鲁尼的价位，他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这2场比赛，荷兰老帅都没有选择让 C 罗出场，而下一轮比赛，曼城则要直接奔赴老特拉福德，挑战同城对手曼联。曼彻斯特德比虽然不像其他著名的德比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但那主要是因为两者的身份地位差距有些大。但德比从来就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名词。随着曼城本赛季的崛起，这场德比也变得让更多人关注起来。这场比赛几个大的平台都参与了直播， BBC 等大的直播平台甚至都来到了现场。不过在赛前的预测中，大多数的专家都预测曼联会取胜。而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范加尔终于选择与 C 罗和解，将他安排进了首发阵容。这也意味着 C 罗的玩花活事件终于告一段落。曼联在本场比赛中的首发依旧是442，门将蒂姆、霍华德，后卫加里、内维尔、费迪南德、布朗、奥谢，中场菲尔、内维尔、弗莱彻、斯科尔斯、吉格斯，前锋萨哈和范尼。上赛季曼城面对曼联1胜1平保持不败，这赛季曼城经历了大补，而曼联却失去了重要的贝克汉姆。按理说曼城应该更占优势，但曼联这支球队不可用常理来揣度，因为他们有那个红鼻子老头。比赛刚一开始，曼联借助主场之势就向着曼城发起了进攻。上赛季被曼城完全压制的仇，那个红鼻子老头不会忘记。第15分钟，吉格斯左路得球，面对孙继海的防守，他利用节奏的变化晃开了空当，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传中。禁区内的范尼高高跃起，头球攻门，不过被范德萨神勇扑出。第23分钟，斯科尔斯长传发起进攻，萨哈在前场得球，面对迪斯汀的防守，他与范尼完成了连续2过1配合杀入禁区，可惜最后的射门依旧被范德萨化解。整个上半场的前半段，曼联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曼城的一众小年轻完全没有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但场边的范加尔却没有慌。前半段的被动虽然有曼联强势的原因，但也有他战术布置的原因。就在这时，罗纳尔迪尼奥在中场得球，他晃过了弗莱彻的防守，带球开始朝着曼联的腹地进发。范加尔立刻在场边做了一个手势，开始压上。被动挨打从来不是老范同志的风格，这就是他们开始反击的标志。罗纳尔迪尼奥的速度虽说不是顶级，但也绝对够用，眨眼之间便已经来到曼联的30米区域。而此时右路的 C 罗，左路的罗本和前面的埃托奥早已经落位，他们随时等待罗纳尔迪尼奥的传球。布朗已经冲了出来，准备用犯规阻止小罗，但小罗却直接一脚直塞，交到了右路高速插上的 C 罗。C 罗面对奥谢的防守，只是一个暴力加速，就直接闪出了传中的空当。他看了一眼禁区内的情况，却突然选择了传中。只不过这球却并不是传到禁区，而是将球打到禁区前沿。罗本此时已经游移到这个区域，他迎着来球，直接起脚凌空抽射，这球又快又急，直奔球门的死角。蒂姆、霍华德连忙做出反应，但这球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他只得望球兴叹，足球从他的手边窜入了球门。1比0，客场作战的曼城率先取得了进球。进球后的罗本与 C 罗兴奋相拥，而场边的范加尔则是用力地挥舞双拳。本场比赛前往客场的杨洛固及一旁的曼联主席大卫·吉尔的面子只是和伯恩斯坦击了击掌，而那个红鼻子老头则面无表情，依旧在那里嚼着口香糖。但谁都知道，恐怕他已经开始在酝酿中场休息室的吹风机了。在场的曼联球员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丢球后的他们立刻提升了进攻节奏，而范加尔也没有怂，继续跟曼联打起了对攻。由于两个主帅都是非常注重边路进攻，所以他们算是针尖对上了麦芒，场面一时间非常好看。第42分钟，菲尔、内维尔带球上前，
他在吸引了埃弗拉的注意力之后，突然选择将球回传给了身后的哥哥加里内维尔。加里内维尔在45度角直接起脚传中，而禁区内的范尼一个非常灵活的跑位，绕过了迪斯汀的防守，抢到了头球。只见他一个舒展的甩头攻门，足球直窜球门的左下角，范德萨连忙下地，却也没能阻止足球的入网。1比1，曼联在上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顿时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他们不顾一切地疯狂庆祝起来。红鼻子老头挑了挑眉，故作轻松地转头向替补席走去。还好这帮小崽子还算争气，而范加尔则是面色铁青，竟然没能将优势守住。杨洛叹了口气，看着在庆祝的大卫、吉尔，心想真是风水轮流转。上半场比赛结束，曼城和曼联战成了1比1，但总体来说，曼联上半场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老佛爷又在更衣室里发动了他的吹风机。在我们的主场，你们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还踢成这个样子，这绝对无法容忍。下半场我再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进球，那表现不好的就给我滚下来！红鼻子老头愤怒地喷道。球员们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毕竟这老头发起火来连贝克汉姆都敢打。老头环视了一周，心中却突然一叹，曼联这个夏天的交易实在是不顺，没有买到一个合适的贝克汉姆接班人。本赛季他们的战绩有些挣扎，右边路的维米有很大的原因。反观人家对面前场一甩的天才，看着就让人眼馋。以他狠辣的眼光，怎么会看不出，如果再给对面这些人几年时间，他们将会变得多么恐怖。可惜漂亮的女生都在隔壁班，所以他只能又对着自家这些可怜的娃儿逼逼了一番。下半场一开始，这群被喷了一个中场休息的曼联球员顿时跟打了鸡血似的朝曼城球门发起猛攻。范加尔似乎也明白了福格森的意图，他选择以暴制暴，就用前场4人组超强的持球能力对曼联的后防线进行冲击。这位荷兰老帅别的不说，刚是真的刚。于是双方的节奏又一次拉满，而他们重点的比拼则是在边路。C 罗在被雪藏了几周之后，这场比赛也踢得非常合理，突传结合得非常理想，让左边路的奥谢苦不堪言。第53分钟，葡萄牙人得到了孙继海的传球后带球狂奔，面对奥谢的防守，他直接选择一个简单暴力的超车，这让这位爱尔兰多面手顿时有些狼狈。眼见他将失位，无奈他只得选择将 C 罗拉倒。C 罗身子失去平衡，直接倒在了地上，他有些夸张地打了几个滚，就等着裁判过来给对手黄牌。果然主裁判跑了过来，果断地给奥谢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一出，场边的福格森顿时皱起了眉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他想了想，还是转身叫起了罗伊基恩。这位曼联的队长此时的状态已经有所下滑，而且他刚硬的态度让福格森对他已经有些不满，所以他已经渐渐在考虑基恩的接班人问题了。但此时奥谢的黄牌让他不得不考虑换人。经过一番热身之后，罗伊基恩出场换下了奥谢，当然是菲尔内维尔挪到了左边路，弗莱彻来到了右前卫的位置，罗伊基恩依旧是踢他熟悉的后腰位置。但此时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福格森要求的前15分钟进球曼联并没有做到。范加尔此时却也做出了换人调整，他用托尼老师换下了埃托奥。其实托尼老师已经开始有些渐入佳境的感觉，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高中锋的战术价值越来越大，有他在场上的时候，更能与身后的攻击群形成最大化的搭档效果。所以在场面不利的时候，范加尔总会派上他来改变局面。被换下场的埃托奥有些不满，他只是简单的跟范加尔碰了下胳膊，就郁闷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看台上的杨洛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埃托奥可一直不是个省油的灯，如果他要闹起来，那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此时他也没空去管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投入到了比赛中。果然在托尼老师上场之后，曼城前场的打法又变了一下，以托尼老师为轴，身后的小罗本和 C 罗3人频繁向禁区前插，这让罗伊基恩和斯科尔斯直接被压制在了禁区前沿。福格森眉头越皱越紧，但他此时也没有什么后手，只能期待
自己球队能顶过这段时间，但他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第71分钟 ，C 罗又一次在边路拿球，这次他面对的防守队员换成了菲尔内维尔。只见他先是向内带了一步，同时抬头看了一眼禁区，作势要起脚传中。菲尔内维尔重心向内收了一下，但 C 罗却突然向外一拨，整个人大跨步地下底而去。菲尔内维尔大吃一惊，但他此时重心已丢，根本不可能跟上 C 罗。葡萄牙人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起脚空间，他抬头观察了一下禁区内队友的位置，果然起脚传中。禁区内的托尼老师高高跃起，力压费迪南德，将球砸向球门。蒂姆·霍华德对这个球根本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球入网。2比1，客场作战的曼城又一次超出了比分。场边的弗格森面色铁青，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大中锋也好强，他清楚地看到是他硬生生地在空中扛开了费迪南德。但现在不是眼馋的时候，他现在要考虑的是球队如何面对这被动的局面。他想了想，索肖一个娃娃脸站了起来。5分钟之后，索尔斯克亚替补登场，换下了表现平平的萨哈。这是弗格森的最后一张底牌了。挪威人可是真真正正的替补骑兵，之前的无数场比赛已经验证了这个结果。杨洛也不禁来了兴致，这位可是日后在曼联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曼联主义者。当然，他神奇的属性也不得不让他重视。而索尔斯克亚上场之后，曼联的进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索尔斯克亚也会时不时的回撤进行拿球，让曼联的进攻多一些变化。范加尔则是让防线稍稍的靠后了一些，同时用乌伊法鲁西换下了迪斯汀，确保后防线的体力充沛。在他的针对性布置之下，曼联并没有获得什么比较好的进攻机会。不过就在这时，曼联获得了一个角球机会。角球开出之后，范尼高高跃起，与斯塔姆争夺第一落点。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互相干扰之下，谁都没能碰到这个球。这个球从小禁区上方划过，后点的球员互相争抢之下，球却鬼使神差地落到了索尔斯克亚脚下。索尔斯克亚毫不犹豫，直接起脚抽射，足球碰了一下防守队员的腿，折射入网。在这一刻，球场上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曼联球迷疯狂庆祝，而曼城球迷则抱着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洛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么神奇吗？这球总体来说运气成分也太高了，让人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真有气运这一说。此时已经是比赛的第82分钟了，这个时候的进球对比赛的结果影响非常大。接下来的比赛虽然曼城竭力发动进攻，但最终双方谁也没能再改写比分，2比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曼城斯特德比以平局收场，这是个双方都不太满意的结果。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弗格森难得地夸奖了一下同城对手，他们有许多天才球员，阵容厚度甚至不输给我们。当然，这老头的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的想法是冬季转会窗必须要进补球员，最好是右边前卫。在踢完曼联之后，曼城则迎来了联赛杯的8强战。这场比赛是踢米德尔斯堡，这可正是 C 罗玩花的那场比赛对手，他可对他印象太深了。于是他主动请缨准备上场证明自己，而范加尔也同意了他的请战。2003年12月18日，曼城主场迎战米德尔斯堡， C 罗首发，与他搭档前场的是卡卡、米尔纳和卢卡托尼。他看着那些熟悉的对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于是他在比赛的前30分钟踢得特别卖力，几乎覆盖了整个前场的右路，而对手为他付出了2张黄牌的代价。第33分钟，曼城获得角球机会，角球开出后 C 罗高高跃起，力压对手，头球攻门。门将施瓦泽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目送足球入网。曼城1比0领先，但进球后的 C 罗却直接趴在了地上，身体痛苦地蜷缩起来。现场的球迷还没庆祝多长时间，他们就发现了进球功臣的异样，场上的球员也连忙呼叫担架进场。通过慢镜头回放，原来是防守队员在争抢头球的时候一头撞上了 C 罗的眉骨，这一下的确是看上去就很疼。
在酒店看比赛的杨洛看到回放之后，也忍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C 罗已经被抬到场边，队医开始对他进行紧急处理。此时他的脸上已经被鲜血染红，这的确是非常吓人的。范加尔连忙凑上前去，跟他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拒绝了他继续上场的请求，选择让赖特·菲利普斯上场。毕竟这只是一场联赛杯，不值得这么拼命。C 罗虽然有些不愿意，但还是听从了主教练的安排。看起来米德尔斯堡跟他的八字是有点犯冲，而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下半场60分钟。范加尔一看，又到了锻炼新人的时间了，于是他换上了法布雷加斯和马里奥·戈麦斯，用这种比赛增加他们的一线队经验。本来他也准备给梅西一些时间，只不过 C 罗这里的突发情况让他只能向后稍了。但可惜的是，在年轻队员上场的10分钟后，米德尔斯堡就利用一次反击扳平了比分，而1-1的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中场。于是双方开始了点球大战。最终替补出场的赖特·菲利普斯在第4个出场时将点球罚失，曼城也以总比分5-6败下阵来，最终止步联赛杯8强。杨洛郁闷地关上电视，心想这米德尔斯堡竟然也有点曼城杀手的意思。而场边右眼已经肿成了一座小山的 C 罗更是气得一脚踢翻了一个水瓶，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杨洛第2天一早就已经将这场郁闷的失利放到了一边，因为今天他要去接菲奥娜回曼彻斯特。他今天上午上完课之后就要放圣诞假了，所以杨洛要去接他回来玩。更重要的是，在2003年12月20日这一天，是他们定下来要搬家的日子。实际上家具早已经搬了进去，这次搬家也只是开火做饭正床头意思一下就可以。经过3个月的散位，如今别墅住起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他们想趁圣诞节之前搬进来。为了保持惊喜，菲奥娜当晚还是选择住在了酒店，当然是在杨洛的隔壁开了一间房。20号当天早上不到7点钟，菲奥娜就兴冲冲地敲响了杨洛的门：“快起床了，我们该搬家了。”杨洛无奈地从房间里开门：“大姐，这才几点啊？”菲奥娜一脸理所当然：“今天可是大日子，你难道不应该兴奋吗？”杨洛看着他：“应该兴奋吗？”菲奥娜瞪了他一眼，使劲揪了他一下：“赶紧收拾好行李，我们出发。”杨洛瞬间清醒，也只能听他的，开始将自己的行李往车上搬。很快的，2人就打包完毕，开始直奔自己的新家。当2人打开房门之后，菲奥娜顿时2眼放出了光芒：“哇，真棒！”她连忙到处去转了转，不停地用感叹词来表达自己的满意。但片刻之后，她皱了皱眉：“这里有点不整齐，我们重新摆一下。那里也有点不协调，还有那里。”杨洛无语地看着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就这样，他们忙忙碌碌了2个多小时，这才让菲奥娜大体上满意了起来。杨洛看了看时间，快10点了，我们该准备午餐了。菲奥娜立刻跳了起来：“对，我们还邀请了朋友，得赶紧准备午餐。你快去超市买点食材，我给他们整点中餐。你再顺道去买几只炸鸡，还有红酒。”杨洛点点头：“我知道了。”说着，他就走出了门。等到他买回食材来，菲奥娜就开始了在厨房里的忙碌。杨洛只能帮他打下手，不过2人的配合也算默契。等到11点之后，杨洛邀请的客人们都陆续来了。他们有伯恩斯坦，有3德子，还有俱乐部的几位高管。本来他还想叫上孙继海，但他今天还有训练，所以就没有叫他。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菲奥娜，顿时用一种很暧昧的眼神看着杨洛。杨洛挑了挑眉：“这是我妹妹。”菲奥娜大方地跟他们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杨洛的妹妹，我叫菲奥娜。”但他们的说辞并不能让他们相信。伯恩斯坦走上前：“老板，我儿子今年28岁，也算是名校毕业，至今未婚，不知你可不可以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儿子？”杨洛瞥了他一眼：“我觉得我明天也可以把你介绍到别的俱乐部里。”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一时间别墅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曼城主场面对已经深陷降级区的利兹联，丝毫没有悬念的以3-0取胜。这支青年禁卫军在赛程几乎过半的情况下，只取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今年很有可能
会出现降级的情况。而事实上，这赛季结束后，利兹联也正式降级，从此这支球队在顶级联赛中消失了接近20年。杨洛忍不住有些唏嘘，一个他一个拉科鲁尼亚，都是当年给他留下过非常深刻印象的球队，只可惜他们如今都沉沦了。而在踢完这场比赛之后，菲奥纳就回到了美国，要去雷曼家族过圣诞。虽然他很不喜欢，但也没有办法，毕竟他现在还姓雷曼。曼城这边的赛程倒是挺紧张，12月26日这一天，曼城客场挑战伯明翰。这赛程安排让球员们连圣诞节都过不消停。由于3天后就是主场迎战利物浦，所以这场比赛范加尔大量的轮换了阵容。轮换阵容的代价就是这个客场比赛曼城发挥的不是很好，最终1比1被伯明翰逼平。这场比赛非常可惜，场面和射门次数都占上风，就是运气稍微欠了一些。不过曼城也来不及做太多的自我批评，因为下一场比赛又是一场6分战。杨洛记得本赛季最终是利物浦取得了欧冠席位，因为他们下个赛季就是伊斯坦布尔之夜的主角之一，所以利物浦是曼城竞争欧冠席位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这场比赛罗本因为累计黄牌停赛，所以卡卡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是的，这老小子还是个吃牌大户，他在场上有时候的不冷静会让他领到黄宝石战神卡。而利物浦这边的首发阵容则是门将杜德克、后卫芬南、卡拉格、海皮亚、里瑟，中场墨菲、杰拉德、哈曼、科威尔，前锋欧文、赫斯基。一眼望去全是满满的青春回忆。面条舞大神杜德克，乌龙球之神卡拉格，超级重炮里瑟，中场的杰队，追风少年欧文和与梅西齐名的赫斯基。这支利物浦除了杰拉德和欧文，没有什么顶级球员，这也导致了他们只能在联赛混迹在中上游的位置。而如今他们的主教练霍利尔又受困于心脏病，所以他们的成绩相当动荡。不过整个红军也算是一支意志非常顽强的队伍，任谁踢他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杨洛早早的来到了比赛现场，跟球迷一起观看这场比赛。如今的他也养成了习惯，只要是联赛主场比赛，他几乎都不会落下。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对于442阵型的球队，范加尔已经比较有心得，他就是利用罗纳尔迪尼奥等人在对手2条线之间的空当来做文章，让他们非常难受。果然，在比赛的前20分钟，曼城一直占据着牢牢的优势。经过几个月的磨合，他们彼此之间有了很高的默契度，年轻人的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在进攻方面完全不用担心。第23分钟，曼城终于抓住了机会，罗纳尔迪奥在左路内切之后吸引出卡拉格的补防，然后直接一脚斜塞找到了禁区内的埃托奥。非洲猎豹倚住海皮亚做了一个打门的假动作，然后顺势一扣将海皮亚彻底晃了过去。此时他的身前只剩下杜德克，他右脚非常快的衔接了打门，杜德克根本来不及做出扑救，足球就贴着草皮飞进了球门。1比0，曼城主场取得了领先，现场的球迷鼓噪起来，这个进球为他们打开了胜利之门。进球后的曼城踢得更加从容，有罗纳尔迪尼奥和卡卡这2个风格迥异又都非常犀利的突破高手存在，利物浦的中后场被压制得很惨。而且最关键的是，曼城中场还站着一个黑幼壮和一个黑金兽，这2人让利物浦很难将球运转到前场。第31分钟，曼城又一次得到了机会，埃辛断下了哈曼的传球之后，直接交到了卡卡的脚下。卡卡接球直接一个变向，只是2个大跨步就甩开了杰拉德的纠缠。杰拉德虽然是个6边形战士，但他的速度却远远不能跟卡卡相比。身高超过1.85米的巴西人，那2条大长腿一旦开始动起来，那简直就是风驰电掣、白马银枪的既视感。就这带球、姿势和速度，再加上颜值，不吸引女球迷的目光才怪。就连看台上的杨洛都觉得，就这视觉冲击力就值多加1万英镑的薪水。只见卡卡只用了2-3秒钟，就直接杀到了30米区域。埃托奥和 C 罗也非常聪明的利用跑位，将其他防守队员带开。此时卡卡的面前就只剩下了海皮亚，海皮亚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身经百战的他面对这个蛮不讲理、只
直冲过来的巴西少年也有些不知该如何下脚，只能等待卡卡做下一步动作。只见卡卡突然做了一个向右带球的动作，芬兰后卫目光一凝，下意识地向左挪了一步，但随即卡卡却突然加速变向，整个人向右突破而去。海皮亚心中一紧，连忙向右快速移动，但卡卡实在是太快了，没想到在刚才那样高速的移动之下，他竟然还能再次加速。海皮亚绝望地伸手一拉，却根本没有够着他的球衣，反而他自己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卡卡如风一般掠过他的身边，又是带球向禁区内走了一步，面对出击的杜德克，直接一脚抽射，足球贴着草皮直窜球门的远角，杜德克快速下地，却没能够到皮球，足球撞进了球网中，掀起了一阵浪花。2-0。演播室里的莱因克尔惊呼一声，这个进球简直太漂亮了。阿兰·汉森也补充道，而且这个球非常眼熟。他们互望一眼，同时想到了一个场景，那是5年前的世界杯，一个18岁的英国少年横空出世，他接到了贝克汉姆的长传，晃过了阿亚拉的防守，打入了自己的成名作。是的，那个少年正是在球场另一边的迈克尔·欧文。欧文看着那个正在庆祝的巴西人，满眼都是自己18岁时的影子。看台上的杨洛也忍不住站了起来，为这个精彩进球鼓掌。这对于以后的卡卡来说，绝对是基本操作，但现在的这个进球却是他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莱因克尔感慨道，是啊，这位巴西少年打进了一粒与迈克尔·欧文极其类似的进球，同样的带球路线，同样被晃过的中后卫，只不过巴西少年最后的射门却选择了一个更刁钻的角度，也说明这球对于他来说更游刃有余。阿兰·汉森则是补充了一句，欧文的那个进球在更高的舞台上，双方各有千秋。身为英格兰人，他自然要替自家的球员多美言2句。在一片欢呼之中，只有海皮亚欲哭无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场边的霍利尔叹了口气，他顿时感觉自己有些气短。他揉了揉自己的心脏，慢慢地走了回去。然后他坐在替补席上，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想接下来的对策。为今之计，只能简单粗暴地靠2个前锋来打反击了。于是他又一次走上前，将自己的战术意图传递给了球员。他这俩前锋算是标准的一高一快，作为初代对锋的赫斯基，除了不会进球之外，其他的技术还算是能拿得出手，正好给欧文提供一定的空间。而他们身后的杰拉德的长传也算是一绝，希望能利用的他调度为利物浦赢个一线生机吧。果然，在得到了霍利尔的战术意图之后，利物浦的阵型开始向后收了起来。范加尔知道对手的打算，但他的性格却并不屑于同样后撤，而是选择继续进攻压制。只要再进一球，你们再怎么打反击也没有用了。在接下来的10几分钟里，曼城依旧占据着场上的控球优势，利物浦显得有些狼狈，但霍利尔却没有着急。他相信对手这支年轻的球队一定会犯错误的。果然，在第43分钟，小罗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哈曼断球之后，将球迅速交给了杰拉德。杰拉德接球后没有犹豫，直接一脚长传甩到了前场。赫斯基与迪斯汀缠斗在了一起，2个1.9米以上的大个子，互相谁也不服谁。只是赫斯基将球勉强顶了一下，欧文立刻启动开始抢第2点，身边的乌伊法鲁西立刻紧紧地贴上了他。是的，本场比赛为了防守欧文，首发的中后卫是乌伊法鲁西。范加尔给他布置的任务就是死死地贴住他，然后孙继海及时补防，用2人包夹来化解他的威胁。这也是范加尔敢于持续压上进攻的底气。果然，乌伊法鲁西缠住了欧文之后，孙继海也立刻补位上前，2人直接将欧文堵得严严实实。欧文眼见无法突破，只得闪出一个空当，一脚斜塞将球交给了锋线搭档赫斯基。赫斯基抗住迪斯汀的干扰，将球一拨，然后果断起脚射门。范德萨连动也没动，足球高高的飞出了底线。杨洛挑了挑眉，过人如梅西，射门赫斯基，果然是与梅西齐名的那个男人，实在是名不虚传。在射门的那一瞬间，他竟然心中毫无波澜。莱因克尔叹了口气，赫斯基的这脚射门配不上他队友之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霍利尔揉了揉自己的胸口，他奶奶的，胸口仿佛中了一箭。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依旧是2比0，曼城主场领先。而在下半场，双方的态势依旧没什么变化，而范加尔的策略依旧很明晰，就让他们2名前锋单打独斗，夹击欧文，放赫斯基射门。第53分钟，又是同样的剧情，欧文在夹击之中将球传出，赫斯基1对1面对迪斯汀。这一次，赫斯基同学选择了更细致的过人动作。只见他先是小碎步挪动，然后寻找迪斯汀的破绽，但迪斯汀没有吃他的动作，只是一门心思盯住他的球。赫斯基无奈，只得先向右晃动一下，然后迅速拉回，又向左边一趟，闪出了一个射门角度。但尴尬的地方来了，这是一个左脚射门的机会，而自己是一个右脚将，右脚射门都非常不灵的他，左脚可是形势比人强，他只得抢在迪斯汀封堵上来之前先来上一脚，不射门一点机会没有，射门说不定还……然后他的脸上陡然绽放出了惊喜，这球弹道很正啊！在出膛的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了，果然这球直直地奔着球门死角而去，但范德萨却早有准备，身子斜斜地飞了出去，单掌将球拖出。赫斯基兴奋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我好容易打出这么一脚高质量的球，你就这么给我扑了出去。范德萨爬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仿佛写着，如果让你都进了我的球门，老夫的面子往哪儿搁？霍利尔失望地叹了口气，难得人家赫斯基都能踢出这么一脚球，怎么还能不进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利物浦再也没有获得像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了，毕竟赫斯基那一脚绝对是超常发挥，再让他来一次，恐怕也做不出这么惊艳的射门了。事实上，对锋赫斯基在本赛季的状态已经大不如前，要不是阵中另一名前锋巴罗什受伤，他早就被换下去了。霍利尔看了看自家的替补席，只能将迪乌夫换了上来，打右边前卫。这位塞内加尔前锋在世界杯一战成名之后就被挖到了利物浦，但他在利物浦的表现当真是一言难尽。但此时霍利尔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放手一搏。可是迪乌夫上场后，基本上等于少了一个人。霍利尔只觉得自己要吃速效救心丸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范加尔也开始做出了一些人员调整。如今的圣诞赛程比较密集，他也要让主力球员进行轮换，于是他陆续将小罗、马克莱莱和 C 罗换下场，让替补球员上来活动活动。可即便如此，双方的比分也没有再发生变化。最终，曼城依靠埃托奥和卡卡的2粒进球，主场2比0战胜了利物浦。这也是争四路上的一场关键胜利。在结束了这一轮英超比赛之后，冬季转会窗也如约而至。冬季转会窗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如果对下半赛季还有想法的球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如今的英超积分榜如下：阿森纳以13胜6平积45分的不败战绩排名第一，曼联以14胜2平3负积44分的战绩排名第二，切尔西以12胜3平4负的积39分的成绩排名第三，曼城以10胜6平3负积36分的战绩排名第四，富勒姆以8胜4平7负积28分的战绩排名第五，利物浦则是以7胜5平7负积26分的战绩排名第六，南安普顿是以同样7胜5平7负的战绩排名第七，纽卡斯尔则是以5胜9平5负积24分的战绩排名第八。这大概就是这赛季最有希望获得欧战席位的球队了。而如今曼城领先第5名8分，领先利物浦有10分，这对于争四来说有很大的优势了。杨洛对这个战绩也比较满意，按理说是不需要去继续补强了。不过杨洛躁动的小心脏依旧是有点想继续折腾一下的意思，因为他又有了很大一笔钱。10月中旬他将网易的股票清仓之后，他的股票账户里的资产又变成了11亿美元。除了买入2亿美元的苹果股票，他将剩下的9亿美元慢慢的兑换成了英镑。这么一大笔钱放在银行里做什么？看起来也只能花了。至于存钱防老，开玩笑。2004年全球上市的2家科技巨头谷歌和腾讯自己都有巨额的股份，虽然经过数轮融资之后已经稀释了不少，但他们是什么体量？自己在数年之后稳稳的世界首富好吗？而且自己如今买入的苹果股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给自己带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益。
所以说，如今的钱对自己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于是他开始谋划继续买人。不过当他跟三德子和伯恩斯坦说起这件事来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开始摇头。三德子哭丧着脸：“我们的账上也就剩了3000多万英镑，留着当备用金不好吗？”伯恩斯坦倒是从竞技角度出发，如今我们球队一切都在正轨之上，没有必要再贸然去买人，这样会让现在的球员们有想法。杨洛愣了愣，只好打消了去大买特买的想法。不过虽然曼城不太想买什么人，但他的同城对手曼联却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大买特买。贝克汉姆留下的空缺很是让人头疼，所以红鼻子老头需要买入一个替代者。另外，他们的后防绝对中坚里奥·费迪南德因为药检的问题被英足总宣布自2003年12月20日起进行为期8个月的禁赛，这意味着费迪南德赛季报销，而这对于曼联的后防线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所以他们需要买一个右边锋和一个中后卫，但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于是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杨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10几年后的曼联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名叫抬价联。而如今曼联既然明摆着要买人了，我们同城兄弟怎么也得去抬一手不是？于是杨洛叫上了伯恩斯坦：“老伯恩，咱们找点乐子做吧。”伯恩斯坦一脸疑惑：“做什么？”杨洛坏笑：“你应该知道咱们的同城对手如今正急切地四处买人吧？”伯恩斯坦点点头：“我知道啊，买右边锋和中后卫吗？”杨洛笑得更贼了：“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伯恩斯坦立刻想到了什么，他顿时一脸严肃道：“小杨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曼联是我们的兄弟球队，我们给他们抬价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大回环差点把杨洛给闪着。望着伯恩斯坦此时的满脸坏笑，杨洛顿时有些无语。没想到这老头跟杨洛一样坏得很。第二天，据记者报道，曼联的副主席大卫·吉尔出现在了西班牙塞维利亚。这位可是弗格森的挚友，他的出现很可能代表了弗格森的意图。塞维利亚最出名的有2支球队，塞维利亚和皇家贝蒂斯。而如今的皇家贝蒂斯可是有一名著名的天才右边锋，华金、桑切斯、罗德里格斯。这位可是无数足球游戏迷心中的神。华金加维森特的2翼旗非让所有人都充满了想象，但他终其职业生涯也没能加盟一支豪门，这让无数人都有些遗憾。但不可否认，如今的他绝对是欧洲数得着的天才边锋，弗格森看上他也是情理之中。猜到了他的目标之后，杨洛与伯恩斯坦互望一眼，就立刻联系了皇家贝蒂斯俱乐部，表明了对华金的兴趣。果然，皇家贝蒂斯那边承认如今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份正式报价，不过皇家贝蒂斯却并不肯透露报价的具体细节。但即使他们不说，伯恩斯坦也知道肯定是曼联报的价，但具体金额还需要他们去试探。于是伯恩斯坦与杨洛互望了一眼，在电话中报价：“总监先生，我们对于华金的报价是1000万英镑。”他想利用这个不高不低的报价来试探一下对方。如今华金的身价应该略高于这个数字，皇家贝蒂斯不可能同意这个报价。果然，那边遗憾地摇头：“伯恩斯坦先生，这个报价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也没能达到另一位买家的出价。”伯恩斯坦心中跟明镜似的，曼联报价应该比这个高。于是他想了想，又直接开口道：“总监先生，那我们的报价提高到1300万英镑。”那边犹豫了一下，开口道：“我们对华金的心理预期是2000万英镑，这个要价的确有些高，远高于华金的市场价值。但考虑到这是赛季中期，买人一般都会有些溢价，所以这个价格也不能说多么离谱，而且这个价格明显还有的谈。”但伯恩斯坦却笑了：“那请问你们对于另一份报价也做出回应了吗？”那边道：“我们给出的回应也是一样的。”伯恩斯坦心中跟明镜一样，大概率曼联的出价也在1300万英镑左右。而这时就轮到他去抬一手了。于是他果断开价：“我们出价1500万英镑。”这个价格很妙，皇家贝蒂斯大概率不会同意，但会提高他们的心理预期。果然，那边犹豫了一下：“伯恩斯坦先生，我们理解你们的诚意，但华金对我们也十分重要。这样吧，
我们愿意将价格降到1800万英镑，这是我们的底线。伯恩斯坦心中暗笑，故作沉吟道：1800万英镑，我需要跟老板商量一番。对方也没有急着催促，而是道：期待你们的回复，毕竟他们手里握着2份报价，轮不到他们着急。伯恩斯坦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转头朝着杨洛笑了笑，搞定了。是的，只要他们一直不对报价做出回应，那么曼联如果想要急于拿下华金，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2个贱嗖嗖的家伙互望了一眼，心想自己也真是坏得很可以。要是红鼻子老头知道是他们在背后各种使坏，他很有可能直接杀进曼城俱乐部。在这2个货满肚子坏水的时候，曼城迎来了本赛季足总杯的首场比赛。轮换阵容出战的他们在主场2比0轻取莱斯特城，顺利地晋级到了下一轮。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法布雷加斯在比赛的第85分钟打入1球，这也是他在曼城的处子球。这位16岁的小将已经展露出了一些能力，在下个赛季他一定会赢得更多的出场时间。而这场比赛踢完，皇家贝蒂斯和曼联那边的交易却也谈崩了，这也让伯恩斯坦和杨洛有些诧异。按理说市面上年轻的天才边锋不多，按照弗格森那求贤若渴的样子，他应该不至于会在那3两100万英镑上纠结才对啊。于是他忍不住好奇，让伯恩斯坦给皇家贝蒂斯那边去了个电话。结果他们得到的答案却是让他们有些啼笑皆非。这西班牙人竟然是有些思想，他不愿意离开西班牙，前往阴冷的英格兰。而皇家贝蒂斯本身卖华金的欲望没有那么强，所以也就此借坡下驴，留住了自家的瑰宝。杨洛这才想起来一条旧闻，车一期的穆里尼奥曾经对华金非常感兴趣，他一度想把华金签到自己队伍中来，但华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守皇家贝蒂斯，看来应该也是因为思乡的原因。也不知道这次华金的拒绝是对还是错，他已经轻易地将第一次踏入豪门的机会给浪费了。杨洛跟伯恩斯坦互望了一眼，心想果然人不能做坏事，忙活半天啥也没捞着。而曼联在求购华金失败之后，则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天才边锋夸雷斯马。这位与 C 罗并称葡萄牙体育双子星的外脚背之王，如今在巴塞罗那可真是不好过。去年夏天转会到巴萨之后，他在场上的表现可真是烂透了。他代表球队踢了10几场比赛，只打进了1球，这让球迷和球队对他都非常不满。而他自己在巴塞罗那也带得十分不开心。就在这时，曼联及时送上了一份报价，400万英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由于这份报价跟巴萨买入他的价格一样，所以巴萨也很乐意将他出售。很快的，2个俱乐部就达成了一致。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伯恩斯坦有些遗憾，可惜没抬一手，让曼联白捡了便宜。杨洛面色古怪，夸雷斯马，咱们就别抬了，万一砸手里就麻烦了。这位老哥在豪门的经历不能说平平无奇吧，至少也是惨不忍睹。关键是他回炉重造了之后，依然逃不过水货的命运，也不知道老爵爷能不能拯救一下他了。而曼联的买人脚步还没有停歇，拿下夸雷斯马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后卫。这次他的目标是罗伯托·阿亚拉。由于积分榜上曼联只落后阿森纳1分，所以福爵爷准备在联赛后半段搏一搏，说不定就单车变摩托。于是他以1200万英镑的价格拿下了这位即将年满30岁的阿根廷中后卫。这2笔交易极大地补强了曼联的短板，这让许多专家认为曼联是阿森纳下半赛季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于这笔交易，杨洛也没有出手去抬，毕竟一个30岁的矮个中后卫，杨洛也是没有兴趣的。这就是他抬价的最重要的原则，不能抬那种容易砸手里的球员。而就在曼联火速拿下这2位球员之后，英超迎来了第20轮的比拼。曼城主场迎战查尔顿，如今2队的实力差距已经很明显，所以曼城没有费多大功夫就以2比0轻取对手。本场比赛中，曼城不论是从场面上还是机会上都展现出了碾压之势，2比0不能完全反映出场面上的差距。而在几乎同时开球的2场比赛中，曼联和阿森纳是悲喜2重天。阿森纳在客场最后时刻丢球，被埃弗顿1比1逼平，而曼联
却客场2-1战胜了博尔顿，成功的反超到了积分榜的首位。这下子整个英格兰足坛热闹了起来。本以为曼联在走了贝克汉姆之后会成绩大受影响，但没想到他们在前半赛季咬住了阿森纳，并在下半程的第一场比赛就反超了阿森纳。曼联的忠实拥趸大卫·琼斯直接在卫报上写道：今年的曼联本是休整的一年，但没想到对手们还是如此不给力。没办法，新援到位之后的曼联将更加强大，没有抓住机会的你们恐怕再也不会有机会了。莱因克尔也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圣诞赛程非常艰难，许多球队都是在这一个阶段撑不住，从而会使得自己整个赛季的努力都付诸东流。阿森纳虽然至今不败，但他如今在与曼联的竞争中已经落入了下风。本来费迪南德的禁赛会让曼联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他们及时的引援弥补了这一个隐患，曼联依旧是非常有机会实现他们的2连冠。就连一些博彩网站都将曼联夺冠的赔率调到了第1位。伯恩斯坦感慨了一句：福格森先生还是厉害啊。杨洛却笑了笑：别急，赛季还长着呢。果然3天后的英超第21轮，阿森纳取胜，曼联被逼平，榜首的位置又易主了。这下前2天蹦跶的媒体们又都不说话了。杨洛忍不住笑了笑，阿森纳今年的实力明显高别人一筹，夺冠是必然的。而曼城也保持着自己的良好状态，在客场2-1战胜了普茨茅斯，继续着自己争4的旅程。质疑曼城的人已经渐渐消失了，就连大卫·琼斯这种货也不敢在专栏上写曼城的话题了。这下子杨洛顿时感觉有些无聊了起来，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青训营。他找到了范加尔，去向他咨询对于青训营的建设问题。杨洛目标中的曼城可不仅仅是一支土豪球队，他要将曼城打造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可持续发展的豪门。而这位顶级的青训大佬可有过阿贾克斯和巴萨这2家顶级青训俱乐部的工作经验，对于青训营的打造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经验。由于球队的训练设施和青训设施都升级完毕，这位荷兰教头对于这位老板想搞好青训的心思没有丝毫怀疑，于是他也没有吝惜自己的人脉和经验。杨先生，我认为这2家青训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阿贾克斯更注重的是球员自身特点的激发，而巴萨的青训则更偏向于一种基于进攻体系的定向培养。当然，2家俱乐部的理念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这都源于克鲁伊夫先生对2家俱乐部青训打下的烙印。杨洛记得这荷兰名帅跟克鲁伊夫好像十分不合来着，但他在杨洛面前还是很大方地承认克鲁伊夫的功绩，这最起码说明范厨子人还挺光明磊落。杨洛找他谈话的目的就是让他出谋划策，于是他开口道：范加尔先生，如果我想把曼城的青训营打造成像阿贾克斯或者巴萨那种顶级青训营，需要怎么做呢？范加尔想了想，我建议先去成立一个数据分析团队，对球员的发展和表现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记录，来指导球员的发展。杨洛有些惊讶，没想到他的想法倒是挺超前。不过在20年后的英超，通过数据分析团队建立起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球队的例子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布莱顿。这支球队的数据分析团队非常强悍，能不停地发掘出超强的球员来进行培养，在保持助球对战斗力的前提下，能够持续不断地朝一众冤大头球队输出高价球员。有这种例子在前，杨洛必然是支持范加尔的想法的。而且如今菲奥纳在学校里的研究方向就是更偏重于足球数据分析这一块，将来正好可以让他来负责这一块。杨洛也让范加尔多去利用自己的人脉，去阿贾克斯捞几个人才回来。老范也一口答应，他这种级别的人脉不用白不用。于是在第2天，杨洛就开车带着伯恩斯坦去了中央兰开夏大学。他有意想让菲尔·约翰逊牵头负责青训营的数据分析，顺道可以给他手底下的学生做一些实践活动。于是他把伯恩斯坦这位他的好友给拉了过来，让他充当说客。这俩老头子一见面就开始嘻嘻哈哈的开起了玩笑，果然是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一听说要让他兼职做数据分析团队主管，菲尔·约翰逊立刻摇头，我这老身子骨还要我2头跑，那可真要了我的命了。大卫，你也知道，我当年就是因为工作太辛苦才转行做了教授。伯恩斯坦了然的点点头，
那倒也是。不过我们来都来了，你怎么也得贡献出点什么吧？菲尔·约翰逊瞪了他一眼，你怎么还是跟年轻时候一样，不占我点便宜就不会说话？上次我们喝花酒，你先把我看好的姑娘给带走了，这笔账我们还没算呢。伯恩斯坦连忙按住他的嘴，然后一脸尴尬地看着杨洛。杨洛心中暗笑，这两个老头子竟然还去喝花酒。伯恩斯坦看他一脸戏谑的样子，连忙解释道：“这个，我们是去谈工作，谈工作。”菲尔·约翰逊掰开他的手：“这有啥不能说的？喝喝酒，聊聊天，谈谈人生，不很快乐吗？”杨洛挑了挑眉，心想：你们说归说，怎么也不带我见识一下。当然，他们还是很快拉回了正题。菲尔·约翰逊挠了挠头，如今我手底下有一个非常天才的学生，他现在正在写博士论文，他可以去负责做曼城球员的数据分析。只不过，杨洛追问道：“怎么了？”菲尔·约翰逊皱了皱眉，他有点过于内向了，恐怕很难承担领导一个团队的重任。杨洛眼睛一亮，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才吗？能干活又不争权，这妥妥的社会主义螺丝钉。到时候如果他的师妹菲奥娜接手数据分析团队，那他也是他的嫡系，妥妥的。于是他摆摆手，没关系的，只要能力足够强，不善于交流也没有问题。菲尔·约翰逊点点头，走出门去，不一会儿就将菲奥娜和一名干瘦的白人小伙带了进来。菲奥娜冲着杨洛挤挤眼，露出大大的笑容。看到这一幕，伯恩斯坦则一脸坏笑地看着杨洛。菲尔·约翰逊介绍道：“这就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凯文·桑德斯。”杨洛冲他点点头：“你好。”凯文·桑德斯有些局促，只是点点头。一旁的菲奥娜连忙开口：“师兄，你快过去坐吧。”凯文·桑德斯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坐在杨洛的对面。菲奥娜则是3步并作2步，开开心心地坐在了杨洛旁边。菲尔·约翰逊本想让凯文·桑德斯介绍一下自己，但无奈他实在是太过内向，刚一张嘴就有些磕巴，无奈只能让菲奥娜代为转达。菲奥娜赞叹道：“凯文师兄他自己设计了一套数学分析模型，可以将球员们的表现非常细化的分解，而且他还会根据球员的年龄和发育状况进行参数的调整，从而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分析要求。”菲尔·约翰逊在旁边补充道：“这也是他论文的内容。”菲奥娜拉了拉杨洛的胳膊：“你如果想组建球队的数据分析团队，那我这位凯文师兄无疑是首选。”杨洛自然是无条件相信他的话，于是他转头看向正有些不知所措的凯文·桑德斯，他的表情让杨洛想起了一个后世的奇人北大为神，看来他们应该属于同样的人。不过这种人一旦进入了他擅长的领域，一定和现在不同。杨洛开口道：“桑德斯先生，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模型？”凯文·桑德斯愣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导师，还是开口道：“好。”于是他站起身，在菲尔·约翰逊屋内的小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复杂的公式，然后开始介绍起他这个模型起来。他的确不适合做讲解，因为他只是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给复述了出来，其中一些需要别人仔细思考的部分，他也直接就会一笔带过。只用了不到5分钟，他将自己的模型介绍了一遍。杨洛和伯恩斯坦互望了一眼，眼里有迷茫，但也有震惊。他们都是业内人士，虽然有一些细节上不太明白，但他们能听出这个模型的价值。只要给他一些实践的机会，说不定真能让他修正出一个惊人的东西来。于是杨洛开口道：“桑德斯先生，你愿意来我们曼城工作吗？”凯文·桑德斯踌躇了一下，还是开口：“我的论文还没完成。”杨洛挑了挑眉：“你的论文估计还需要一些数据吧？你可以来我们的青年队，通过收集一些数据来完善你的论文。”凯文·桑德斯眼睛一亮：“那太谢谢你了，我愿意去曼城工作。”果然是个不谙世事的人，连工资都不谈。当然，杨洛不会亏待他，毕竟这也算是关系户，亏待了人家，在伯恩斯坦和菲奥娜那里都不好交代。由于凯文·桑德斯还没有正式毕业，所以现在还是一份兼职合同，周薪1500英镑。如果他的模型真的验证有效，那他的价值可就呈几何性的向上升了。而另一边，
范加尔也通过自己在阿贾克斯的关系，挖来了一名青训教练和一名老资格的数据分析师，这让他们的青训团队也进一步壮大起来。就在他们忙活这些事的时候，英超联赛又战一轮，曼城在本轮比赛中主场迎战布莱克本。作为英超迄今为止仅有的3个冠军之一，布莱克本这个赛季混得很凄惨。如今他们正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距离降级区也仅仅是一步之遥。本来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但迪斯汀却在比赛的第16分钟因为战术犯规被主裁判红牌罚下，曼城立刻陷入了10打11的局面。不得已的范加尔用基耶利尼换下了埃托奥来补充后防线的漏洞。郁闷的猎豹在下场时一脚踢翻了场边的水瓶，这让准备安慰他的范加尔顿时变了脸色。在看台上的杨洛也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似乎这位有个性的球员最近情绪不太对。要是范加尔处理不好他们的关系，那对球队可是相当不利。而回到场上来，布莱克本因为人数上的优势顿时占据了上风，他们围着曼城的球门开始进攻，但他们在场上的攻势非但没有收到效果，反而在上半场最后时刻让曼城抓住了反击的机会，由 C 罗单刀赴会挑射破门。这个进球也让现场的球迷们欢呼雀跃，只有替补席上的埃托奥脸色有些难看。不过下半场比赛依旧是布莱克本占据了上风，他们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必须要趁着曼城病的时候拿到宝贵的分数。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进攻，最终也在比赛的第78分钟由替补前锋安迪·科尔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值得一提的是，为他奉上助攻的正是他在曼联的老搭档，黑风双煞的另一位约克。最终本场比赛以1比1收场，曼城有些遗憾的止步3连胜。这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让参与博彩的不少赌徒们都亏了钱。但本轮比赛最大的冷门却根本不是他们。在晚些时候进行的另一场英超比赛中，狼队在主场1比0掀翻了强大的曼联，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要知道，现在的狼队是联赛的副班长，降级的大热门，他们竟然能先翻至在卫冕的曼联，这让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而在比赛中，新加盟球队的夸雷斯马和阿亚拉联袂首发，但他们的表现，两人很明显没有适应英超的节奏。夸雷斯马在边路成为了进攻终结者，浪费了无数次机会，而阿亚拉则是让对方前锋在他的头上顶进了制胜一球。曼联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家阿森纳还赢球了。仅仅这么2轮比赛，曼联和阿森纳的差距就拉开到了4分，这让2轮前还看好曼联的一众专家们纷纷打脸。如果新援一直无法融入比赛节奏，那曼联看上去要危险啊。杨洛很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位大卫·琼斯又能白活出点啥，可惜的是第2天卫报上没有他的文章，看来这货应该是昨天被企图写了。一想到他有可能此时正急火攻心，杨洛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又是一则新闻爆了出来，曼联似乎有意一名神秘的华夏年轻球员。杨洛笑了笑，他当然知道曼联要签谁，董方卓。这位华夏的少年天才正是在这年的冬天转会来到曼联，只可惜他的发展远不及预期，最终也只能混得草草退役收场。当然，曼联有可能也看上了他背后华夏那广阔的市场，这位杨洛肯定不会去参加抬价的。果然，在2004年1月21日这一天，曼联俱乐部官方宣布，他们从华夏签下了一名19岁小将，他的名字叫董方卓。杨洛听到这条新闻之后，只是了然地笑了笑。华夏的留洋球员又多了一个，而且他是加盟的曼联，这可比其他球员的起点高多了。不过他却始终没能展现出自己的天赋，这里面有伤病原因，但更多的却是自己心理上和职业素养上都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这一次他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呢？在踢完布莱克本之后，埃托奥和埃辛就启程去了非洲，参加非洲杯的比赛。好在最近这10几天曼城没有比赛，这让他们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不过杨洛的心中已经盘桓起了一个问题，猎豹真的适合这支球队吗？他职业生涯中跟主教练闹翻的次数可不少，万一跟倔强的老范同志继续闹翻，那可就很不好看了。当然，就
就算是动他也不会在冬季转会窗，这对于球队的备战会有一定影响。在董方卓加盟曼联的3天后，孙继海组局带着杨洛和他一起进行了一个老乡的聚会，同时参与聚会的还有如今效力埃弗顿的铁子。利物浦离曼彻斯特并不远，也就只有50-60公里的样子，所以他开车过来也就1个多小时。果然如传说中那般，铁子的确是非常爱吹头发，几乎每隔10分钟就来这么一下，这让杨洛这种没有什么强迫症的人都忍不住给他剃个光头的冲动。当然20年后他在某个地方里应该也会被剃成光头。对于他这种人，杨洛并没有什么好感，不管干什么不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席间他跟铁子的交流并不多，主要他还是嘱咐董方卓要多学英语，跟队友们多多交流，毕竟在异国他乡，交流才是最关键的。场上你连队友说啥都不知道，配合能好吗？除非你有梅西 C 罗的能力，队友都要配合你。不过此时的董方卓还有点天最大我老二的莽撞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进去。当然杨洛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拯救他职业生涯的意思，俗话说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自己好言相告，他听不进去也没办法。席间孙继海也告诉董方卓，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孙老哥说，该帮的一定会帮。此时的这批国足球员身上还是有一股江湖气，大多数球员都挺讲义气，也都有些血性，就这一点就比后来的那批玩意儿强太多了。要是华夏足球能在这个节点继续向上，那该多好，可惜没有如果。跟他们吃完饭，杨洛不禁有些惆怅，但他只是知道结局的一个普通人，对于国足整个自上而下的体系，他没有办法去扭转。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又过了3天，曼城俱乐部官宣了一个消息，他们与葡萄牙超级联赛的吉维森特足球俱乐部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当然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上吉维森特足球俱乐部就是曼城的卫星俱乐部，曼城可以将自己的年轻球员往吉维森特足球俱乐部输送，从而起到锻炼球员和拿到劳工证的双重效果。当然曼城为此也要付出每年50万英镑的代价。这条新闻并不是很吸引人眼球，但这却是杨洛接下来布局的重要一步。有了这么一支球队，那些南美的天才就有了一个跳板，可以能更快地拿到欧盟的国籍。在经历了一个平静的转会窗之后，2004年2月2日，曼城又迎来了一场重量级的比赛，他们要做客海布里球场挑战联赛领头羊阿森纳。目前阿森纳士气正旺，他们已经领先曼联4分，自然想继续连胜下去。而两队上一次交手，曼城在主场被阿森纳拿下，这让他们心中也有一团复仇的火焰。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都比较熟悉，阿森纳还是那套经典的442，曼城也是4231，只不过曼城阵中埃托奥和埃辛分别被托尼老师和达科特取代，阿森纳的科洛图雷换成了老将基翁。埃托奥、埃辛和科洛图雷索分别代表的国家队还在非洲杯的签表里，估计最少还要1个星期才能归队。于是范加尔将青年队的马里奥·戈麦斯提到了1线队，以备不时之需。托尼老师经过了半年多的英超历练，已经比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已经有了后来大杀四方的影子，缺少的只是持续的上场时间。而范加尔也想趁这几场比赛好好的历练他一番，让他能更快的成长。比赛刚一开始，阿森纳就借助主场之力对着曼城的球门发起了冲击。第11分钟，亨利在前场得球，他用身体扛住了达科特的骚扰，然后将球分到了高速插上的皮雷脚下。皮雷大长腿迈开带球内切，孙继海在旁边做干扰，让他只能往中路继续走。而此时的马克莱莱已经回收到了这个位置，他准备和孙继海一起协防，将国家队队友的球断下。但皮雷却突然直接脚腕一拐，朝着左边路直塞。此时的阿什利科尔已经高速前插，此时他的身前已经有了一个超大的空当。他看了一眼中路，此时的亨利和右路的永贝里已经快速地向禁区内移动，而博格坎普则是游移到了禁区前沿。由于亨利并不擅长头球，所以阿什利科尔并没有选择直接朝禁区内起高球，而是出其不意地将球平扫到禁区前沿。此时的博格坎普已经被达科特贴住，他并没有办法直接起脚射门，但大师就是大师，他抢在达科特之前将球轻轻一挑，
足球越过防守队员的头顶，飞入了禁区。此时的亨利被斯塔姆和乌伊法鲁西两人包夹，根本没办法去抢点，所以这球不是传给他的，而是传给了右路的永贝里。瑞典人非常机敏地跑到了这一点，他迎球怒射，这球完全吃正了部位，足球又快又平，直接冲向球门的左下角。但范德萨反应非常快，直接一个下地将球扑了出去。温格在场边遗憾地甩了甩手。这球范德萨体现出了他非常快速的反应能力，果然还是世界级门将。虽然这球无功而返，但阿森纳的进攻已经几乎将曼城打穿。范加尔皱了皱眉，阿森纳的进攻十分立体，前场4人组每个人都有能带走2名防守队员的能力，这让曼城的防守非常难以布置。如果单纯靠防守，丢球那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他大手一挥，给我打对攻。他们有4人组，我们也有。于是接下来的比赛，双方打起了快节奏的对轰。其实阿森纳本场比赛也有漏洞，由于科洛图雷的被征调，他们的首发是即将年满38岁的老基翁。作为后防五老的最后一位成员，他本赛季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替补。此时他的运动能力已经退化得很厉害，所以范加尔将攻击的重心就放在了他头上。曼城几乎所有的进攻都会针对他这一点进行打击，因此也创造出了几次不错的机会。第31分钟，斯塔姆将球解围出禁区，达科特跟上一脚，将球甩到了前场。罗纳尔迪尼奥抢在国家队老大哥吉尔伯托席尔瓦身前得到了足球，带了几步之后，将球送到了左路的罗本身前。罗本得球后，利用速度甩开了右后卫劳伦，抬头看了看禁区内的情况，直接起脚传中。坎贝尔也知道老基翁这里肯定会有点问题，所以他索性直接收缩到基翁的身边，与他一起防守托尼老师。但托尼老师微微一笑，他已经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身后一名队友正风一般的向禁区内走，所以他这一球并没有选择直接头球攻门，而是将球向侧后方一甩。此时那个像风一样冲上来的正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甩开阿什利·科尔一个身位，迎球直接左脚射门。虽然他是右脚球员，但他的逆足能力同样不弱。这球正在点球点附近，他直接发力平抽，足球如同炮弹一般直窜球门的右上角。莱曼极快地做出了反应，但他的手指只是稍稍地蹭了一下足球，却没能改变足球进门的结果。1比0，曼城客场领先。在阿森纳机会略多的情况下，反而是曼城率先破门。场边的温格对队员们场上的表现不太满意，他挥舞着手臂，让队员们振作起来，继续进攻。而阿森纳的实力也的确不是盖的，他们接下来也在曼城的球门前展开了狂轰滥炸。第41分钟，亨利带球抹过斯塔姆，不得已的荷兰铁卫直接放倒了他。主裁判跑过来，毫不犹豫地出示了黄牌。场边的范加尔皱了皱眉，这对于曼城的防线可相当不利。而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补防的乌伊法鲁西也铲倒了永贝里，吃到了一张黄牌。范加尔更是不满地挥了挥手。虽然对手还没有取得进球，但他们的2名中后卫已经都吃到了黄牌，这让曼城的后防线隐患无限放大。再加上迪斯汀的停赛，他的调整空间都很小。无奈之下，他只能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将基耶利尼换了上来，替换下斯塔姆。老斯同志正面防守很强悍，但亨利这种运动能力、超强技术非常强的前锋，让他去防守实在是有些吃力。当然，如今的亨利，谁防守又不吃力呢？范加尔心中暗叹了口气，他知道死守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他的战术依旧是跟对手对攻。于是，下半场前15分钟，双方依旧是节奏飞快，马克莱莱和吉尔伯托·席尔瓦也都分别吃到了黄牌。第60分钟，阿森纳做出了换人调整，冬季转会窗加盟球队的雷耶斯替补出场，换下了博格坎普。这位21岁的西班牙天才盘带技术非常出色，可以在博格坎普累了之后进行平替。虽然他的技术能力没办法跟博格坎普比，但他的速度快，运动能力更强，这使得阿森纳顿时又多了一个满格的超强箭头。范加尔想了想，也随即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罗本下，卡卡上，你有锋利的箭头，我也有，就让我们互相伤害。
温格也忍不住看了看一旁的范加尔，心想这货还真是刚。双方主教练很刚，便宜的只有现场的球迷。经常出现的精彩画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但这样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体力槽很快就空了。尤其是年龄偏大的阿森纳，他们的球员们已经有些撑不住了，这让温格有些皱眉。他本想能通过全力进攻实现快速的扳平比分，但无奈只开花不结果，这让他们的局势开始越发的不利起来。如果5分钟之内还不出现转机的话，自己的队伍有可能会被拖垮。对面这帮小崽子们的体力真是好啊！就在他发出感慨的时候，维埃拉得球一脚直塞，将球交给了蒂埃里·亨利。亨利的球之后，发现他可靠的左边路伙伴皮雷没有第一时间跟上，他知道肯定是他的体力出现了问题，于是他知道自己要承担起更多的推进任务了。一旁的雷耶斯跟了上来，不过他很聪明地帮他拉开了空当，让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此时亨利身前只有一个身背黄牌的乌伊法鲁西和一个正在迅速收缩的孙继海。亨利眼睛微眯，瞬间开始加速，他要趁两人的包围圈还没合拢之前突破他们的防线。乌伊法鲁西此时还身背一张黄牌，他根本不敢做大的防守动作。亨利就吃准了这一点，他的步频突然加快，利用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强行从乌伊法鲁西的身边挤了进去。此时的乌伊法鲁西只要伸手一拉，他必然会被罚下，所以他犹豫了一下，选择紧紧跟住了他。而亨利只用了2步就杀进了禁区，在基耶利尼和孙继海过来补防之前推射远角，这可是他的招牌动作。范德萨即使有了预判，却依旧没能封住这个射门角度，足球贴着球门立住，滚进了球门。1-1，海布里球场瞬间就被点燃，无数的球迷开始高喊着他们国王的名字：蒂埃里，蒂埃里，蒂埃里。亨利也非常兴奋，跑到场边做出了经典的滑跪庆祝。场边的温格兴奋地握紧了拳头，这个球实在是太关键了，如果再不扳平比分，那阿森纳真有可能会被拖垮。而电视机前的杨洛则是叹了口气，这真是个人能力，没有办法。上次交手就是他最后时刻的进球帮助阿森纳带走胜利，这一次又是他在关键时刻扳平了比分。不得不说，有这么一名超级巨星在关键时刻就能续命。在扳平比分之后，温格沉思了一下，做出了一个回收的手势。虽然他是一个进攻至上的主教练，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球队已经没有体力去跟对手继续对攻下去了，所以确保一场平局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于是海布里的球迷们发现自家球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开始逐渐陷入了被动。曼城这群牲口们体力依然不错，尤其是新上场的卡卡，他得到了大量的球权，也让负责盯防他的维埃拉吃尽了苦头。他的体力优势足以让维埃拉难以跟上他的脚步，因此维埃拉也在他身上吃到了一张黄牌。不过曼城虽然在最后的10几分钟内占据了优势，但最终双方的比分也没有再次更改。曼城在客场1-1逼平了阿森纳。这场比赛的结果虽然不算特别冷门，但比赛过程却足以让许多专家大跌眼镜。曼城竟然在与阿森纳的对攻中占据了上风，甚至在最后10几分钟内对阿森纳形成了围攻。莱因克尔总结这场比赛的时候忍不住开口道，这支曼城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在海布里能与阿森纳对攻且占据一定优势的球队实在是不多，他们这半个赛季的成长非常可怕，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是一支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阿兰·汉森也赞同道，两队都有被非洲杯抽调走的球员，而曼城应该是受影响更大的一方，但他们踢的却反而比阿森纳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值得尊敬。电视机前的杨洛平静下来，也接受了这一结果，虽然结果稍微有些遗憾，但完全可以接受，这可是赛季不败的阿森纳，要啥自行车啊？而曼联本轮比赛终于取胜，也借机将积分差距缩小到了2分。接下来的一轮比赛，阿森纳、曼联、切尔西和曼城都取得了胜利，继续维持着欧冠集团的领先优势。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对于曼城来说又是重头戏，他们要在客场挑战利物浦。
虽然如今利物浦与曼城的积分差距已经扩大到了13分，但这种比赛依然不能放松。但出人意料的是，本场比赛范加尔却进行了轮换。电视机前的杨洛忍不住眯了眯眼睛，片刻之后，他却笑了起来。这荷兰人有想法呀，因为在这场比赛的3天后，将是足总杯1/8决赛，对手正是曼联。看来他是想死磕曼联了。本场比赛，曼城排出了范德萨、邓恩、乌伊法鲁西、基耶利尼、延森、马克莱莱、巴顿、卡卡、C 罗、罗本和托尼老师的阵容。埃辛和埃托奥在2天前回到球队，但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太适合出战。利物浦则是依然排出了442阵型。上一次2队交锋，曼城主场2-0战胜了利物浦，所以本场比赛利物浦本着复仇的想法，从一开场就主动发起了进攻。不过范加尔的战术很明确，就是让卡卡、C 罗和罗本这3个游弋在2条线之间的人，利用他们的超强个人能力撕碎对手的防线。第15分钟，卡卡得球后利用速度突破了哈曼的防守，向边路分球。C 罗高速插上，利用速度将里瑟甩开，然后起脚传中。禁区内的托尼老师高高跃起，在海皮亚的防守下抢到了头球，甩头攻门。杜德克对此毫无办法，曼城1-0领先。第27分钟，罗本在左路得球，他带球晃过芬南，又继续朝着禁区内杀去。卡拉格过来补防，罗本却在他扑上来之前，直接选择倒3角传球，冲上来的卡卡一晃，后面高速插上的巴顿迎球推射，杜德克勉强扑了一下，但托尼老师机敏的上来补射，足球应声入网。2-0，曼城客场2-0领先利物浦。2球落后的利物浦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但效果并不是很显著。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依旧是0-2，主场作战的利物浦落后。利物浦如今的阵容可以说就是一个中游偏上的配置，要是除掉杰拉德和欧文，那就是一个中下游水平的球队。所以对阵利物浦就是中场掐杰拉德，前场掐欧文，而曼城的球队配置又足以做到这一点。杰拉德本场比赛被马克莱莱盯防得很难受，所以他也无法对前场形成更多的支援。霍利尔也很无奈，自己手里就这么多牌，怎么也玩不出花来。所以下半场开始后，利物浦依旧没能创造出太多的机会。而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曼城将 C 罗和罗本都换下，换上了赖特、菲利普斯和罗纳尔迪尼奥，然后利物浦防线就更难受了。第73分钟，罗纳尔迪尼奥带球突进了，到了禁区前沿，面对补防过来的卡拉格，他横向一带，做事准备传给右路高速插上的赖特、菲利普斯，但脚腕却突然一拐，将球向禁区内斜塞。托尼老师心领神会，抢在海皮亚之前得到了足球，他做事准备射门，然后顺势一扣，彻底晃过了海皮亚的防守，然后他右脚连接一脚射门，足球应声入网，3-0。而这个进球却跟上一场比赛埃托奥晃过海皮亚的那个进球几乎如出一辙。托尼老师也凭借这个进球完成了在曼城的第一个帽子戏法。进球后的他非常兴奋，这个帽子戏法真是意义非凡，队友们都纷纷为他鼓掌庆贺，而只有替补席上的埃托奥却是全程黑着脸。托尼老师表现得越好，对他的威胁就越大。而3球落后的利物浦开始发起了猛烈的反扑，终于他们在比赛的第85分钟由科威尔在禁区内补射打进1球，不过这对于结果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最终曼城在客场3-1战胜了利物浦，在争夺欧冠席位的路程上又拿下了关键的胜利。这场比赛过后，曼城领先利物浦16分，可以说把这位争四最大的对手给彻底甩开。关掉电视的杨洛舒服地伸了个懒腰，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利物浦如今看来是很难进入欧冠了，而这也意味着明年的伊斯坦布尔将不再会有那个名场面了。原来本场比赛最大的赢家不是自己，而是米兰哥。